开局被未婚妻劈腿，悔婚，我反手就给个大逼兜，结果我的右手不但力大惊人，还会鉴宝和修复。你是陆嘉诚的家属吧？这是病危通知书，请签字吧。病人正在重症监护室抢救，接下来还需要大量的费用，家属要做好准备。医生大概还需要准备多少钱？重症监护室每天的费用5000块，再加上后期治疗费用，至少要准备30万。陆小峰回头见到母亲坐在监护室外的椅子上，已经泣不成声。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必须要承担这一切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去找李依依把钱要回来，我们一定会把爸拉回来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陆小峰刚刚毕业于中海大学考古系，恋爱4年的女友李依依在掏空陆家之后，突然提出悔婚。父亲陆嘉诚接到李依依悔婚的消息，从10多层的脚手架上跌落下来。包工头把陆嘉诚送进监护室之后，留下2万块钱就跑路了。小峰，如果实在拿不到钱，就把这块玉佩卖掉吧。陆小峰知道这是祖传的玉佩，但他没有任何办法，他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死去。二叔，我爸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，我想找你借钱。又借钱？小峰，你难道不知道你爸为了给你结婚付出了多少？家里的钱都被你爸借走了，我这里实在拿不出来。二叔，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看上了李依依这种人？陆小峰又接连打了几个电话，所有人都知道陆小峰被骗婚了，家里欠下几十万的窟窿。这时候陆嘉诚病危，前面借出去的钱已经打了水漂，谁也不愿再借钱。都是自己太没用，不能救回父亲。陆小峰摸着电话，终于拨通了他一直不情愿打通的那个电话。李依依，我爸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正在重症监护室，你能不能把钱还给我？哼，陆小峰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20万是你给我的补偿，老娘给你睡了4年，你补偿20万算什么啊？行了，陆小峰，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不想听到你的声音。片刻，陆小峰攥着玉佩走出中海中医院。我要典当这块玉佩。你填一下单子，老板好。陆小峰循声望去，见到李依依正和一个男子搂搂抱抱走出来。李依依，你把钱还给我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一直纠缠你的前男友。陆小峰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到底要纠缠到什么时候？那些钱都是你送给我的，现在分手了还要找我要回去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他所要的是20万彩礼钱，李依依分明是想要吞掉。一时气急，陆小峰伸手想要去抓住李依依。小兄弟，事情可不是你这样做的，你来这里典当玉佩，这个能值多少钱？最多也就1万。陆小峰皱眉，没有开口。他也知道这个玉佩虽说是传家宝，但的确价值不高。1万，我听依依说你现在很缺钱，1万怕是不够吧？不过我这人心善，可以给你10万，但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要在依依面前消失。如果再让我看到你纠缠依依，我就打断你3条腿。如果跟对方扯皮，恐怕1分钱都拿不到。父亲的病急，等着用钱，根本等不起。可以，现在就交易。等等，你纠缠了依依这么久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你跪下来，诚心给依依道个歉。听到这话，陆小峰感觉浑身血液瞬间冲到了头顶，双眼赤红盯着董文杰，久久没有动作。我数3下，3、2。陆小峰跪在了地上，浑身发抖。他必须要拿到钱，他一定要救父亲。对不起，窝囊废，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。看来我的选择没有问题。这就是金钱的魅力。这样的货色竟然好意思拿到典当行。说罢，玉佩从董文杰手中落下，掉在了地板上，玉佩应声而碎，真是垃圾。看着地面上的玉佩碎片，陆小峰浑身发抖。他捡起来碎片，紧紧地攥着，站起身来，朝外走了出去。身后传来董文杰肆无忌惮的大笑声。陆小峰死死地攥着玉佩碎片，碎片割伤他的右手掌心，鲜血沿着他的手指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陆小峰回过神时，已经到了医院，手上的鲜血已经干涸，掌心的碎片消失不见了。可陆小峰却顾不上这些，他连忙把钱存进账户，这些都是父亲的救命钱。你就放心好了，我把玉佩卖了大价钱，这些钱能维持一段时间。接下来我会努力赚钱，一定会把医药费准备好的。您还没有吃饭吧？我去买点东西。陆小峰安慰了母亲几句，这才朝外走出去。小兄弟，我这里有好东西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老父亲病重，家里实在没钱了，我把传家宝拿出来，小兄弟来看看。陆小峰是学考古出身，对于古董收藏这个行业也有了解，他很清楚，像是这种情况都是骗人的。慢着，给我看看。北宋时期的药最有亲友刻花瓷碗赠品。小伙子，你要买下来吗？多少钱
3000块，不能少，要不然就不够医药费了。陆小凤皱眉，他清楚流窜在外售卖古董的很多都是骗子，很容易杀价。但陆小凤宁愿相信对方不是骗子。这只瓷碗的价值足够父亲用了，如果还有多余的部分，可以还给对方。好，我给你3000，但你要给我留下你父亲的床位号和联系方式。中年男子有些犹豫，但他很快答应了下来，确定瓷碗没有问题，两人的交易顺利完成。中年男子匆匆离开，陆小凤抱着这只瓷碗，他满心欢喜。哟，这不是陆小凤吗？怎么样了？你那个老父亲死掉了吗？我不是已经赏给你10万块，这时候怎么还端着一个破碗出来要饭？你说什么？陆小凤，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不要出现在依依的面前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真是废物，窝囊废。陆小凤，医院前面这条路我每天都要路过，你趁早把你那个该死的老子转院，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陆小凤嘴角流血，满眼恨意盯着对方，竟然敢这样看着我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你这种人也配吃东西？一声脆响，瓷碗碎裂，碎瓷片落在了地上。陆小凤盯着地上的碎瓷片，满脸怒火，抬头看向董文杰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李一这时候已经躲到了一旁，瑟瑟发抖。陆小凤只觉得右手有股力量冲出，握拳狠狠地砸到了董文杰的左腿上，伸出右手放在董文杰的身上，这一次却没有任何画面出现。只有死物才能出现画面，不过这青光和红光代表了什么？只是看着董文杰抱腿痛哭的狼狈模样，他心中的怒气却一点都没消散。耀州窑瓷碗碎掉了，父亲的医药费也就没有了，真想把他的3条腿都断掉。这想法一出，只见那道黄色的光芒迅速窜进了董文杰的身体，消失不见。自己的想法可能实现了。陆小凤没再搭理他们，抱着碎瓷片，重新买了炒饭和馒头，离开了这里。入夜，陆小凤回到家中，准备对瓷碗进行简单的修复。没想到自己竟然有这样的天赋，总感觉瓷碗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，隐隐有宝光萦绕。北宋时期的耀州窑青釉刻花瓷碗，赠品。这只瓷碗完好无损，像是没有碎过一样。这青光竟然可以修复瓷器。次日，过完街，只要把这只瓷碗卖掉，父亲的医药费就足够了。这是我上古堂的镇店之宝，明代宣德年制铜香炉，是由明代宣德皇帝亲自参与设计建造的，也是历史上第一次运用黄铜铸成的铜器。叶小姐，请相信我，这件宣德炉是稀世珍宝，如果送给你父亲，他一定会喜欢的。你确定？如果被他发现是赝品，后果你要自负。叶青衣，中海市首富叶半城之女。听到这话，吴德兴被吓得满头冒汗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小兄弟，你要买什么？我来卖一件瓷器。今天不收瓷器。陆小凤没有多说，转身就要离开。且慢，不如让我看一眼。叶小姐，你觉得像是这种学生模样的人，手上能有什么好物件？我敢跟你打赌，这样的人就是想要来这里碰碰运气。他手中的东西不值1万块。如果这件瓷器价值超过1万呢？如果超过1万，我就把这只碗吃掉。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花瓷碗。这件瓷器如此新，怎么可能是老物件？要我说，这分明是一件近几年烧制的仿品。瓷器上的火气未去，明显的喊年轻人。我劝你啊，一定要谦虚，不要太骄傲。这只瓷碗胎体坚固，釉质莹润透明，釉色呈青绿色，这是北宋耀州窑青釉瓷器最主要的特征，哪一点不符合？此碗分明很新，烧制时的火气未除，这样的物件怎么可能是北宋时期的？吴老板，你仔细看，这是火器吗？这是宝光。行了，我不看好这只瓷碗，你换一家吧。陆小凤拿起瓷碗，他伸手碰了一下宣德炉。宣德炉，民国时期炼制。这只宣德炉分明是民国炼制出来的。哎呦！大明宣德年制这6个字字体工整，但是却没有精气神，笔迹松散，没有大明朝的气象。真品中的德字，心上面没有这一横，这件仿品有一横。好不容易把叶青音忽悠的差不多了，几百万就这么没了，断人财路，如杀人父母。你这只窑瓷碗打算卖多少？50万。叶小姐，你可千万不要被这个臭小子给忽悠了，他这件瓷碗分明是民国仿品，新的很，根本不值钱。吴老板，你刚才可是说这件瓷碗上有火气，是近几年烧制的，怎么又变成了民国？你联系这个人，他会买下来的。小子，你坏了我的好事，现在把这只瓷碗赔给我，我还能饶你一次，要不然就休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把名片给我，都说同行是冤家，果然不假。既然你不让我赚钱，那你也休想赚。刚才打在他手上，感觉像是打在铁块上，现在他的手像是铁钳一样，这是人类能够拥有的力量吗？吴老板，你要买下这件瓷碗吗？兄弟，真是对不住，都是我的错。陆小凤走出去，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，把事情讲述了一遍。两人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地点。我们调查了最近几次拍卖会的交易价格，这个价格不算高，但也不低。
叶小姐已经同意了50万的价格。他并没有同意。陆先生，我是叶小姐的私人律师，必须为雇主负责。您可以考虑一下，是否愿意出售。自己的开价是偏高的，心理预期是30万。好，很快双方签了合同。陆小峰的手机收到银行短信，对方带走了4万。如果那小贩的情况是真实的，就把多出来的5万还给他。只是陆小峰赶到对方所说的楼层时，却根本找不到人。陆小峰找了护士帮忙查找，结果显示查无此人。这个行业有很多人会编故事，很多事情都是虚假的。等父亲痊愈，如果手中有多余的钱，就捐到慈善机构。小峰，你回来的正好。上次为了给你结婚，你爸从我们这里借了5万块钱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还？父亲还在重症监护室，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，他们竟然跑过来要账，难道他们就没有一点兄弟情谊吗？我就知道你们陆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你们这是要赖账了是不是？二叔，你也是这个意思吗？嘉禾，你还是人吗？当初我嫁过来以后，是我和嘉诚拼死拼活供你上学，你大哥常跟我说长兄如父，现在你大哥躺在重症监护室，你这是要逼死他吗？嫂子，对不起。陆嘉禾，你们做出一副扫贤弟孝的样子，这是做给我看的吗？你们陆家人不要欺人太甚，临来之前咱们可是说好的事情，既然你要变卦，那就休要怪我不客气了。李新兰，你不要逼我。这是你在逼我，我已经别无选择。行了，不要闹了，我现在就还钱。切，看来你们还是不缺钱，陆家人果然都是人面兽心，一个个衣冠禽兽。你说什么？你想要干什么？现在欠钱的都是大爷了吗？陆小峰没有丝毫犹豫，他拿出手机，直接给二叔的账号转了5万块过去。看来还是不缺钱，随手就能把钱转出来。滚！我可是你的二婶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？滚！小峰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妈，我已经筹到钱了，不差这5万块。您看，陆小峰把自己买瓷碗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你做得很对，多跑2趟，再去找一找。我们一定不能让人家吃亏了，万一人家也遇到了咱们这样的难题，咱们能帮上一点是一点。当天晚上，陆嘉诚终于清醒过来，这让陆小峰和张素怡都很惊喜，一夜没睡。第二日，医院门外，陆小峰，听说你昨天去找依依的麻烦了，我警告你，你跟依依已经分手了，马上把10万块交给我，要不然我弄死你。10万块我拿走，这件事情就此结束。哪里？小子，敢跟我谈条件了？当年我在外面混的时候，你还没有生出来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知道你打的人是谁吗？董文杰的叔叔可是副院长。不要觉得我不会打女人，你如果再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会打死你。这还是陆小峰吗？我怎么感觉他变了？陆嘉诚伤势进一步好转，即将转入普通病房。收到这个消息，陆小峰跑过去办理住院手续，没想到却被告知没有办法办理。这件事情可能跟董文杰有关系，把他双腿打断，还坏了他第3条腿。董文杰不但没有找来，甚至没有再露面，这很不寻常。陆小峰来到国科住院区，他远远地听到一间病房里传来大声的喧哗声，他循声走过去，推开了房门。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。兄弟们，就是这个家伙打断了我的双腿，谁帮我打断他的腿？打断1条，我奖励10万。我父亲不能转入普通病房，是你搞的鬼。陆小峰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你父亲还住在医院，你应该清楚，我有能力帮到你。你不是说没有办法办理住院手续的吗？我可以帮你，我能帮到你的。你是能够帮到我，因为这件事就是你做的。董文杰，看来打断2条腿你没有受到教训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让你印象深刻一点，我要让你永远记得这个教训。陆小峰，不要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做了，我不会给你使绊子了。他的喉结变小了。有事吗？没事啊，文杰，你说有事吗？没事。护士小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这些狐朋狗友实在太聒噪了，我刚才教训了他们一通。大家都是来照顾病人的，怎么能大声嚷嚷，打扰到病人休息呢？大家都来说一说，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对。护士小姐点了点头，关上房门离开了。我再问一遍，到底是不是你做的？是不是你找的你叔叔阻止我父亲转入普通病房？是我做的。我不会转院，如果接下来我在这里遇到任何不顺，都是你指使的。遇到一次不顺，我就会来打你一次。当然，你可以转院，你就赌我找不到你好了。说罢，陆小峰转身朝外走了出去。陆小峰再次去办理转入普通病房手续，顿时变得顺利下来，甚至有护士带着他去办理手续。尽管一切进展顺利，但不能掉以轻心。可能董文杰因为双腿断掉，一时间没有察觉到第3条腿出现的状况。如果被他知道了，恐怕还会有动作，必须要尽快处理干净。
父亲转入普通病房，病情渐渐开始好转。陆小峰和母亲两人轮流看护父亲。这段时间，陆小峰跟父亲断断续续聊了很多。小峰啊，爸已经看开了，你现在还很年轻，一切应该以事业为重。之前爸妈就是想尽快抱孙子，才会如此着急，以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。爸，您就安心养病，我会先去找一份工作，咱家以后会好起来的。对，先找一份工作，哪怕是从头开始学习，只要能慢慢进步就好。右手每次摸到一样新东西，脑海里都会闪过这件东西的制作过程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适合去鉴定，也可以修复文物。每次鉴定文物或者是修复文物，都会产生青光被吸收补充。不知不觉，陆小峰竟然再次走入了上古堂。一迈入大门，陆小峰就愣住了，因为他抬头看到了熟悉的一幕。你怎么又来了？难道吴老板不做生意了？见到客人朝外推。有劳钱教授。吴老板，这都是你这里压箱底的瓷器。钱教授，您就放心好了，这些都是我最近收来的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吴老板这么激动，我只是看看，不说话。陆小峰看着桌上的几样瓷器，并没有开口，转了一圈都没有见到什么好物件，正准备回这件不错。钱教授真是好眼力，这是一件青乾隆粘制粉彩龙纹玲珑碗，这可是我上古堂的镇店之宝。镇店之宝不是宣德炉吗？想必叶小姐也注意到了，这正是景德镇有名的玲珑瓷，采用刀镂工艺，刀镂出许多有规则的玲珑眼，然后以釉烧成这些洞眼。可以。吴德兴大喜，一声脆响过后，室内顿时安静了下来。一桌子的瓷器，只有这一件价值最高，磕坏了这件瓷器，吴老板怕是要1-2年都缓不过来。吴德兴看着叶青两人离开的背影，差点泪流满面。都怪你，为什么你每次过来都没好事？我求求你，能不能不要进我的店里来啊？我可以帮你修复这件瓷器。就算是修复又能如何？这件瓷器已经碎掉了，就算是修复，也不过能卖20-30万，可是我本来能卖出300万的。粉彩玲珑瓷修复难度远大于普通瓷器，毕竟玲珑瓷上的半透明亮孔极易遭到破坏，就算是修复，恐怕也很难呈现出以往的透明状态。求求你不要打扰我了，我想静静。我可以修复这件瓷器，要不然你把碎瓷片卖给我吧。100多万买回来的东西就这样碎了，不卖。自己的修复水平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？如果连玲珑瓷都能够修复好，吴老板，我可以出5万块买下这些碎瓷片。走，请你离开这里。10万，10万块。你拿走。陆小峰带着碎瓷片离开了。吴德兴看着陆小峰的身影，感觉痛心疾首。这个年轻人也不知道是不是身上带邪气，每次来都没好事。这2天就去金山请几位法师，在店里做一场法事，要不然怎么就一直走背月？陆小峰小心翼翼地带着碎瓷片回到住处。这玲珑碗刚刚摔碎，瓷片干干净净，只需要简单擦拭一下就可以了。陆小峰有了一次经验，这次修复比上次还要快一些。当他把生胶抹在破损处，把所有碎瓷片严丝合缝地粘合在一起。至少从目前的修复效果来讲，不仅赚钱了，而且还赚了不少。陆小峰伸手再次放到碎瓷碗上，右手青光闪过。青乾隆粘制粉彩龙纹玲珑碗赠品。果然赌对了，青光能把瓷器修复完好，必须要尽快卖出去，要不然仅凭卡里的钱可撑不到父亲出院。更何况董文杰还在医院。吴德兴和叶青英都知道瓷碗已经摔碎的事情，不可能卖给他们。那陆小峰拿出手机，最终拨出了电话。喂。沈子明，陆小峰的室友，家资丰厚，经营了一家面积不小的古玩店。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请我喝茶了？不是筹备结婚吗？现在进展怎么样？兄弟可是等着给你当伴郎呢。当初毕业的时候，沈子明就劝过我不要急着跟李依依结婚，我没有听劝，结婚的事情黄了。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快说来听听，让兄弟我开心开心。陆小峰现在看开了，也没有隐瞒，把最近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。这个女人真是可恶，兄弟，我们现在就去找她，我就不信了，还能没有地方说理去？就算是找到她，又能怎么样？打她一顿出气吗？这样的女人还值得我去打吗？好像也是，这样的女人不值得我们生气。兄弟，我告诉你，天下女人千千万，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？更何况还是一棵歪脖子树。这样好了，今晚我来安排，保管你看尽世间繁华，看破红尘。看破红尘的事放后头安排。我刚买了一件乾隆粘制粉彩玲珑瓷碗，你能不能帮我出手？我父亲还躺在医院里等着医药费。你这不是胡搞吗？你父亲重病，你不应该把钱留着给他治病吗？你难道不清楚买古董就跟赌博一样？如果买了赝品，你拿什么给叔叔治病？这只瓷碗是经过钱教授鉴定过的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钱教授的水平我们都很清楚，但他也有走眼的时候。再说，如果是被他鉴定过了，肯定是价格不菲。你该不会是把婚房卖掉了吧？不对，就算
算是把婚房卖掉，也不够买这件瓷碗的。我现在鉴定瓷器还有那么一点水平，要不然你先看一看。沈子明瞪眼看向陆小凤，哪怕是他家里3代都跟古董打交道，但他每次买古董都是如临大敌。现在市场上的赝品实在太多，就连我爷爷都打眼了几次，差点赔光家底。这个我拿捏不准，要带回店里。你跟我一起回去，找我爸帮忙看一看，也许能帮你找个好买家。小峰鉴定水平不错，这是真品。你是想要怎么卖出去？可以寄存在我这里售卖，我也可以帮你送到拍卖行。陆小凤有些迟疑，他对这2种模式很了解，这2种方式都太慢。爸，小峰急等着用钱，像是这种宝物，如果是真品的话，完全可以直接找来买主的。最近叶半城不是要过售了吗？这种宝物肯定会脱销的。如果这件瓷器流落到叶家，该怎么办？叶青英可是亲眼见到吴德兴摔碎的。不过陆小凤这时候缺钱，实在顾不上这些。沈叔叔，我确实缺钱，想要尽快出手。那好，你回头签个协议，我来帮你出手。你有没有心理价位？大概保底多少？200万以上就可以了。没问题，这个价格不高。陆小凤跟沈子明简单吃了个饭，拒绝了其他正经安排，便回到医院。次日，瓷器已经卖掉了，价格300万。卖给谁了？话说出口，陆小凤意识到自己这话问的有些问题，连忙解释道：“你昨天说叶半城过售，这件瓷器该不会被人送给叶半城了吧？”你还真是猜对了，这件瓷器被叶青音给买走了。叶青音，你总该认识吧？那可是中海大学的女神，我女神啊！不过有点可惜的是，这件事情都是我父亲出面，我都没来得及见女神一面。陆小凤像是没有听到一般，他完全呆住了，整个人都陷入了沉默。好像搞砸了。叶青音亲眼见到这件瓷器被打碎掉，这时候又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他该怎么想？这件事情打死也不能承认。不过300万的价格，扣掉15万手续费，到手285万，真香。你这次是赚大了，你要请我吃饭？没问题，吃饭的事情后面再说。伯父住院，你都没有通知我，咱们现在就去医院看望伯父。昨天我就打算跟你过去的，但是我没有准备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走。沈子明身材肥胖，但他却是个灵活的胖子，拉着陆小凤开着路虎朝医院赶去。钱的事情你就放心好了，我已经催过，很快就能够到账。怎么是290万？多出来的5万是给你请我吃饭的。按照我的意思，咱们兄弟哪里还需要收手续费？但是规矩不能坏，毕竟卖给叶青音也不是我父亲直接联系的，还有中间人需要打点，这些都应该由我来出。我现在给你转。行了，咱们之间就不要客气了。很快，两人抵达医院。你挡在门口做什么？小峰，姨姨这段时间都在忙，今天才有时间过来。她一直跟我们道歉呢，这有什么好道歉的？你们年轻人忙，就算是不过来也没有关系。我早就应该过来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之前没有把事情跟父母说清楚，是怕他们伤心。如今李依依既然如此厚颜无耻上门，那就更没有什么颜面可留了。叔叔阿姨好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你还敢来这里打扰叔叔阿姨？难道你不觉得羞愧吗？我和李依依已经分手了，从此再无关系。小峰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依依也是一片孝心，我知道她可能忙了一点，一直没能抽出时间来探望，可这不算。我爸住在重症监护室那一天，他和新男友在一起。小峰，都是我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吗？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我们要一起白头偕老，我们要一起坐在昏黄的烛光中，一起慢慢变老。李依依，你觉得你说出这些，我就能够原谅你了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一刀两断，覆水难收，绝无复原的可能。你这是想让我轰你离开？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坚定的人，这一次做事真是果决。我和李依依是不可能复合了，你们以后不要跟他有任何接触。我今天做了一笔大生意，卖了一件瓷器，赚了290万，沈子明可以作证，所以你们以后不需要担心我的生计，也不必担心我能不能找到女朋友。张素一和陆嘉诚相互看了一眼，满是诧异。陆小凤没有迟疑，直接给母亲的银行卡里转了100万，他和沈子明就走了出去。他需要给父母留一点时间，让他们慢慢接受这件事情。我以前就跟你说过，李依依这个人压根就是块绿茶婊，现在你算是看清楚她的真实面目了吧？李依依这是想要做什么？她前脚想要跟自己复合，现在竟然又去找董文杰，这是有什么阴谋不成？他家里也有人住院吗？那是董文杰的病房，就是那个被你打断腿的家伙。李依依这样做分明是有阴谋。李依依，我要你有何用？让你办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你不是说以你的手段能够对那小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吗？怎么这会儿就不行了？马德，老子还没上过你，现在要把你推回去，老子怎么感觉那么憋屈？
李依依过去找自己，竟然是董文杰的圈套，她竟然还贼心不死。你喜欢成熟一点的职业女性，我可以帮你安排啊。中海每一家厂子我都很熟悉，保证无论清纯还是玉女都能给你安排到位。你马上就去换一身衣服，老子不是给你5000块让你置办衣服了吗？你现在就过去，一定要在这2天就搞定，要不然老子饶不了你。陆小峰并没有冲进去，他和沈子明转身离开。行啊，现在真是放下了。哥们早就告诉过你，酒色穿肠过，一切皆虚妄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酒色留其名。前2天没有时间，你算是地头蛇，能不能帮我调查一下董文杰最近是不是犯事了？要不然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报警？放心好了，交给我。小兄弟，要不要看看刚挖出来的？你把梅瓶放下来，我看一眼。中年男子很警惕，他朝着四周看了看，带着陆小峰走到角落里，他小心翼翼地把梅瓶放在了地上。现代化的扫子道具。不过陆小峰还是看了一眼梅瓶底部，平底书大清乾隆年制6个大字，字迹周正。我不懂瓷器，你拿走吧。中年男子愣了一下，他快步上前，伸手一把抓起了梅瓶，直接朝着陆小峰的方向撞了过来。卧槽，自己竟然会遇到碰瓷。自己也算是经常锻炼，手臂粗壮，竟然被他拿捏住胳膊，能够做到这一步，这需要多大的力道？自己可能被坑了。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我的力道，你想一想，这一拳砸在你身上会是什么结果？我不杀人，却不代表我不会。说吧，是谁让你来碰瓷我的？中年男子倔强的摇头，不愿意说出幕后之人，但他的视线却不断朝着远处瞥过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刘贵，您可以称呼我六子。董文杰为什么没有自己动手，却让你来？他这段时间都不能出手，之前打架把人家2条胳膊给打断了，现在正处于保释期间。如果这时候传出状况，他的量刑肯定更重。果然跟自己想的一样，留下电话号，有事我会找你的。受害人的姓名、地址都打听到了。陆小峰皱眉，他把自己刚才遇到的情况也说了出来。董文杰欺人太甚，你在医院等我，咱们商量一下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。好的，我们小酒馆碰头。我仔细问过了，董文杰家里正在积极为他活动，想要对方出具谅解书，把打人的事情私了。如果被他们做成，恐怕你就危险了。董文杰安全后会第一时间对我动手，无论是李依依还是六子，都只是董文杰的小手段，他在积蓄力量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对方要出具谅解书，无论董文杰给他们多少钱，我都给双倍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还怕你不舍得钱呢？只要我没事，舍弃点钱财都不是问题。两人简单吃了午饭，几番打探，陆小峰两人来到受害人租住的地方。祝萧山不在，你们来找他做什么？祝奶奶，我们想要找祝萧山的父母商量一点事情。你们想干嘛？这是要把我们朝绝路上逼吗？回去告诉他，我们是绝对不会妥协的，就算是把我们一家人都杀掉，这口气我们也咽不下去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有事冲我来，不要伤害我奶奶。看样子是把我们当成董文杰的同伙了。你们误会了，我也与董文杰有仇，这一次过来是跟你们商量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。你怎么证明自己跟他有仇？我也不能跟你说我打断董文杰双腿的事情啊，我来跟你们商量一下，若是你们不和解，我会给你们提供一笔资金，算是给萧山的营养费。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心人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我弟弟！感觉这好像是董文杰猜测你的审美，不过看到他，我感觉我的审美好像也变了。我们都是董文杰的仇人，接下来我会给你们一笔钱，你们先换个地方住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们应该知道，董文杰手黑，他知道你们的住处，接下来若是不妥协，很有可能遭到报复，所以我劝你们先搬家，让他找不到你们人，过一段时间再说。陆小峰也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真相。董文杰觊觎祝婷婷的美色，酒后调戏。祝萧山放学归来，恰好遇到此事，被董文杰的人把双臂打断。没想到董文杰竟然如此阴狠，祝家人没有开具谅解书，就是因为当初董文杰放狠话，说绝对不会放过祝婷婷，因此祝家人铁了心要把他送进监狱。最终，祝家人收下了陆小峰的信封，坐上车子搬离了这里。以后我们电话联系，接下来我会持续资助你们，直到董文杰入狱。当晚，祝家人刚搬走，他们租住的房子就被烧掉了。怎么会迷上你？我在问自己。我还没完。接到祝婷婷的电话，得知消息后，他顿时惊呆了。董文杰如此狠毒，更加不能放过他了。面对这样的穷凶极恶之徒，沈子明爆发出强烈的正义感，主动提出要帮忙搜集罪证。你还真打算从事这门职业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从事这个行当。你要明白，这一行你可能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研究，最终却不一定有所成。况且，即便是你开了店铺，也不会有什么生意。不如这样，我跟我父亲打个招呼，让他帮你先介绍业务，等你
打出名气之后，再考虑开店的事情。我想清楚了，店铺是一个载体，是宣传的手段，就算是赔上1年房租，也不会有太大问题。你也该知道，国内文物存有量极大，仅凭那些专家修复，不知道要排到猴年马月。我只要承接一小部分业务就足够了。好，既然你想要开店，我支持你。多谢，我在这里可以承诺你，若是你家店里有需要，我可以优先修复。好。你对文景路很熟悉，帮我留意一下，最近有没有需要转让的店铺？文景路1年租金至少也要数十万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沈子明帮忙租店铺，陆小凤前去采购修复文物所需的工具。董文杰越发焦急，脾气暴躁易怒。这段时间，他让李一前去诱惑陆小凤。李一每天穿的花枝招展来他这里报道，让他心里痒得厉害，但是却举不起来。2条腿断了，难道第3条腿也断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他们都不在家，能去哪里？董文杰惊怒不已，没料到祝婷婷一家人竟然都搬走了，烧了一把空。祝家人铁了心想要把自己关进牢里，现在处于保释期间，不然早就报警把陆小凤抓进去。按照律师所说，保释期间一切都不能轻举妄动，不能轻举妄动。现在都他妈举不起来了，还妄动什么？李依依这个骚娘们去哪里了？去把小敏给我叫过来。壮汉连忙出去，很快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走进来，快点过来让老子释放一下。哟，董爷，您现在可不太方便呢。磨叽什么？陆小凤是吧？老子不会放过你的。走吧，我们先去你工作的地方看一眼。陆大哥，实在是麻烦你们了。等这件事情结束，我请你喝咖啡。只请他吗？都请。很快，车子开到了祝婷婷工作的新房销售大厅，不远处停了下来。看到没有，那个手臂纹龙的壮汉，他是董文杰的人，我见过他。确定有人蹲守，祝婷婷自然不可能再上班，他们把祝婷婷送了回去。董文杰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？已经有点眉目了。董文杰不为人子，作恶多端。不过，即便是调查清楚，想要动他，也不是我能够做到的。让我想一想该怎么办吧。以董文杰的习性，祝婷婷绝对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只是我们现在压根没有证据，也没有办法教训他。来日方长，本来我与他只是私人恩怨，但是现在我们却是要为民除害，必须要尽早除掉此人。陆小凤回到医院，他再次见到了李依依，只是这一次，小凤，求你救救我！董文杰他不是人，他实在是太变态了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李依依突然嫩嫩不言，他实在是说不出口来。他对李依依没有任何感觉，但有些事情还要搞清楚。跟我来。这几天，董文杰让你每天来找我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听着陆小凤冰冷的语气，李依顿时心口绞痛起来。他感觉到自己似乎错失了最为重要的东西，可能他再也寻不回自己的感情了。小凤，一切都是我对不住你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背叛你。我可以向你发誓，我跟董文杰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至今还是清白的，我为你守身如玉。董文杰是个变态，这些天他让我打扮得漂亮一点，想要让我去勾引你。他让我和你发生关系之后，直接报警说你用强。我今天才知道，董文杰他不能人道，他当着我的面让那个脏女人，他竟然还想把我让给他的兄弟，他不是人。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。不过董文杰变化的也太快了吧，心理变态。心理变态。我们不可能复合，董文杰已经疯了，接下来他会更加疯狂。你若是不想被他连累，那就尽早切割跟他的关系。说罢，陆小凤转身离开，李依跪在地上，心凉若冰。远处一人收起了手机，朝着这边咧嘴一笑。钱教授怎会知道我的联系方式？为何要请我喝茶？难道他发现我修复粉彩龙纹碗的事情了？实在不好意思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。你也是中海大学毕业的吧？但我对你没有什么印象。我很少参加活动，也不活跃，很难引人注意。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要向你请教文物修复的技巧。小子不敢。打者为先，我向你请教是应该的，你不必在意。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把清代乾隆年制粉彩龙纹碗修复好的。如果不是再次亲眼见到这只瓷碗，我差点以为这是同一批次的赝品。一点小技巧让钱教授见笑了。我接触过不少瓷器修复大师，但是能够做到你这种程度的几乎没有。昨天我去调查才发现，吴德兴把碎瓷片卖给了你，你又很快出手了完整的乾隆年制粉彩龙纹碗。要保护好右臂中的秘密，只是以后修复文物需要更加注意了。太过完美的修复也是极大的破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秘密，我为中海大学能够走出你这样的毕业生而感到骄傲。今天把你请出来，并不为了追根究底，只是想要跟你聊一聊。能有这样的天赋是你最大的优势，接下来你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为自己谋利，但千万不要因此走上邪路。多谢钱老师，受教了。不必如此客气。正说话间，陆小凤突然感觉到一股香风袭来。
钱教授谈得怎么样了？陆同学，你应该认得这位叶同学吧？你们是同一届毕业的。叶同学觉得你的文物修复手段不错，想要请你帮叶家打理古董字画，你觉得如何？没想到是这个意思，钱教授大概是不好意思提出邀请，才一直忍着没有说出来，让叶同学失望了。我最近打算开一家文物修复店铺，叶同学若是有需要。叶同学失望了，我最近打算开一家文物修复店铺，叶同学若是有需要，可以把东西送过去。你就算是开店，又能收入多少？若是帮叶家打理古董，我可以保证你年入100万。叶同学知不知道这件清代乾隆年制粉彩龙纹碗我赚了多少？尽管不清楚他具体赚了多少，但是想必超过100万。我知道董文杰的罪证，他之前告诉过我，他在夜雨夜店里曾经录制过一张光盘，里面有他的罪证。光盘在哪里？陆同学若是不满意，可以谈一谈价格，200万如何？你自己开店，刚开始生意一定不会很多，收入不稳定。叶同学不就是一个稳定的大客户吗？你跟我复合，我告诉你。算了。陆小峰到底在跟谁回信息？还没有人这样拒绝我，更没有人对我这样无视。光盘在我手上，你马上来医院见我，我交给你。陆小峰看过信息，并没有在意。许久之后，又一条短信发过来。钱教授，叶同学，实在对不住，我这里有急事要赶过去处理。你不是说你们认识的吗？我不认识他，但我认识他的好哥们沈子明。沈一鸣的儿子啊。陆小峰，咱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我把10万块给你，但是你要跟李依依分手，你为何出尔反尔？董文杰为了对付自己，特意找了6个新人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你用了李依依的手机把我骗过来，就是为了说这话。陆小峰，你不要太猖狂。证据还在吗？证据？什么证据？可能只有最后一条信息是董文杰发出来的，前面的短信都被李依依删掉了，难怪2条短信隔了那么久。李依依，你拿了我的光盘。陆小峰，你想要做什么？李依依现在是老子的女朋友，你跟她已经分手了。你可以动手，你们人多，我刚好可以自卫。站在董文杰身后的壮汉齐齐地看向了董文杰的方向，但是董文杰张开嘴巴却没有喊出来。他很清楚，即便是钢棍打在陆小峰的身上，他都不会有任何感觉。光盘呢？我没有拿到，但我知道有这样东西。你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。我没有证据，但是我知道一位受害人的信息，我把地址给你。黄星星。很快，陆小峰和沈子明找到了这个地点，也见到了黄欣欣。欣欣今年才19岁，经历过那件事情之后，精神崩溃，智商却倒退到2、3岁的水平，都怪那个混蛋。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啊，就这样被他糟蹋了。沈子明握紧了拳头，忍着怒火没有发出来。陆小峰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他给黄欣欣的父亲留下一纸信封，还有他的联系方式，让对方有事再找他。该死！小峰，你什么时候竟然有这样的本事了？我们要尽快了，一定要把他送进牢里，让他这辈子都出不来。房子的事你就不用感谢我父亲，直接向我道谢就行了。今天时间还早，我给你安排了装修公司，你把自己想要的效果告诉他们，等你忙完可是要请客的。放心好了，安排。先吃点东西，咱们去唱歌。我对夜店都不熟悉，你来推荐一家。兄弟，我带你去开一开荤，我已经知道你的口味了，保证帮你安排妥当。我随便说几个名字，你自己选。这紫荆花、夜来香、夜雨。夜雨？怎么，你对这家很熟悉？记得李依依曾经提到过这家店，董文杰常去。最近没什么收获，咱们就去这家夜店看一看。陆小峰自从分手之后，已经比以前放飞了很多。他搂着身旁的姑娘，跟他们闲聊了起来。很快，陆小峰就把话题引到了董文杰的身上。这人我熟啊，跟他聊过几次。他有个特殊的癖好，真是一言难尽啊。你想了解他？我也知道一些情况。沈子明正跟身旁的姑娘玩游戏，发现两人的目光都盯着陆小峰。这么会玩的吗？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有1000块。董文杰有什么特殊癖好？他习惯把人灌醉了再带到酒店。自己数。还有吗？他不是喜欢录视频吗？他把人灌醉带到酒店，就是为了录视频的。这些姑娘为了钱，故意把话说半截，就是想要多回答几个问题。只要能问到想问的事情，些许钱财不是问题。沈子明本来是有些不悦，但是听到陆小峰的问题，顿时郑重起来。没有谁被录过视频。现场安静下来，没有人回应，因为他们都清楚，如果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怕是要被嫌弃了。毕竟一点朱唇万人长，那都是因为后面的人没有看到前面的画面。我听说有一位黄欣欣的姑娘被他用强之后疯掉了，是不是有这回事？你们说话不要说半截，说全了我会是情况加钱的。这个问题我知道，有这回事。那个黄欣欣还是个大学生，受不了这种情况。我知道他还拍了视频的。黄欣欣就是因为看到了视频才会疯掉的。你拿4000。
你们该不会是警察吧？我们不是。我知道，董文杰录完视频之后，他会发到网上，我可以把网址给你。陆小峰收到了网址，看到了上百个视频，面色难看。他为什么发到网上？难道就不怕当事人看到？人家艺高人胆大呗。像是这种网址，有几个好女孩会去翻看？很快，陆小峰终于在咿咿呀呀的视频中找到了黄欣欣的那一步。董文杰露了脸，看起来不是很清晰，但是足以定罪了。这个混蛋，我真想动手杀了他，都是我该死，我没能保护好欣欣，我该怎么向他九泉之下的母亲交代？黄欣欣看着现场，突然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一般，拔腿就跑。欣欣，视频中那些身影，当真是董文杰的吗？难道不会是眼前的男子吗？董文杰这么年轻，当真愿意承担这些罪名吗？不过，显然是陆小峰多虑了。沈子明当晚就带来了最新的消息，董文杰认罪了。陆小峰思虑了很久，还是把自己的猜疑说了出来。董文杰有哥哥吗？我调查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离婚了。他是跟着父亲长大的，但是他父亲对他管得很少。他那家典当行是为了给他谋一份生计，他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他父亲给的零花钱。你今天去交材料的时候有没有暴露身份？应该没有吧。不过像是这种事情，几乎一调查就知道了。你跟董文杰发生矛盾的事情，肯定能够调查出来的。当然，像是咱们这样的小人物，应该不会引起对方的注意吧？他父亲到底是谁？世明拍卖行，董文杰的父亲就是董世明。董世明这个人的名声很好，经常做慈善，捐献小学，筹备慈善基金。没想到他竟然会是这样的人。两人的背影很像，一切都是猜测，现在还不敢确定。不过董文杰被抓，几年内不可能再出来。接连几天，陆小峰都在市场上逛荡，几乎每一家店面都被他摸过一遍。那些明显是真品的宝物，价格都很高。6天时间过去，陆小峰瘦了一圈，他终于把自己的收获摆在了沈子明的面前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还没有什么经验，难道不应该谨慎一点吗？小峰，我已经劝过你了，买东西一定要慎重，千万不要冲动，捡漏只是偶然，不可能是常态。你说的一点都对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把这些拿过来，是想请叔叔帮我长长眼，顺便帮我出手了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北宋龙泉摇斗笠碗。小峰当真是好眼光啊！爸，你该不会是开玩笑吧？小峰随便买回来的瓷碗是真品。陆小峰笑了笑，没有辩驳。尽管只是过了6天时间，但是陆小峰却感觉自己像是过去了数年。每触碰一件古玩，无论是真品赝品，都会经历一场漫长的制作过程。尽管这个过程表面看似只有一瞬，多次后让陆小峰有种沧海桑田的感觉。他清楚每一种瓷器的特征，下次碰到这种瓷器，哪怕是没有触摸，他都能够做出判断。你胡说什么？什么是随便买回来的？我看小峰就比你稳重多了。北宋龙泉窑贴花浮雕斗笠碗至少30万，我现在已经比不上小峰了。可能是看得多了，我最近突然感觉开了窍。你不能总是拿老眼光来看我，毕竟我已经非无暇阿蒙。多少钱拿下的？800。小峰，我知道你是向来不喜欢装逼的，但是这一次你已经有我3分功力了，继续努力下去，让我看到你的成长。陆小峰笑了起来，他自然知道沈子明喜欢开玩笑，喜欢自我吹捧，常常自夸装逼功力已经到了第10层。这是清代雍正年制五彩5月16花神杯，12月令花神杯，12月令花神杯以康熙年制最佳，这一件是雍正年制烧瓷制。多少钱？2000啊！小峰，你现在已经有我7层功力了，我感觉到我这天花板已经快要压不住你了。尽管雍正年制的月窑花神杯比不过康熙年制，但那也是康乾盛世之作，价格可一点都不低。如果我没有估错的话，像是这样一件5月16花神杯，至少价值60万，真是2000块买回来的。康乾时期的五彩瓷制作精美，向来受到收藏家们的追捧。花神杯太过小巧灵秀，限制了价格。若是有正常的瓷瓶大小，价格至少能够翻10倍。沈一鸣把陆小峰当作孩子看待，之前钱教授到他这里来打探粉彩玲珑碗的情况，他也照实说了出去，并没有在意。现在陆小峰带了满桌子10件瓷器书画过来，这才鉴定了2件，全部都是真品，这让沈一鸣不得不重视起来。子明，你来看一看，学习一下。陆小峰坐在座椅上，看到沈子明认真的样子，不免羡慕。沈子明看似玩世不恭，但他很早就接触了古董，能够有如今的成就，少不了家中提携。像是眼前，沈一鸣不放过任何能够让沈子明学习的机会。这一件是粉彩瓷版画，是王大凡绘制的东坡试验图，这应该是放在堆房里的插瓶，但是下面的木质底座已经没有了，只剩下瓷版画。拿起第3件还是真品，沈一鸣心里惊叹，但是嘴上已经淡定很多了。珠山八友的瓷版画多少钱买来的？因为木质底座没有了，我才能买回来，要不然可轮不上我。不要打岔，到底多少钱拿下的？ 600。
这件瓷板画至少价值50万，你600块就买回来了。小峰，我发现啊，你的功力真的很深呐，你装逼的水平已经有我9层功力了。之所以没有10层，是我怕你水平跟我一样，会让你骄傲。沈子明把瓷板画抱到了旁边，仔细学习了起来。大明宣德年制青花缠枝莲花大碗，价值60万；大清乾隆年制绿纹彩云龙八吉祥文冠，价值70万；大清雍正年制粉彩仕女图画缸，价值90万；大清乾隆年制米黄釉褐彩西洋人物图大碗，价值80万。这样算下来，小峰买回这些东西只花了1、2万，但是却翻了100倍不止。我感觉天花板已经压不住你了，你装逼的水平已经远远的超过我，你已经有几10层楼高了。什么时候你能够带我一起飞？这些天我几乎把中海每一家古玩店都逛遍了，除非他们把店里的物件都换掉，要不然很难再捡漏了。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，你已经有100层楼高了，你竟然敢说把所有的古玩店都逛了一遍，然后你把所有能够捡到的漏全部都捡完了。尽管陆小峰觉得承认这一点太装逼，但他还是点了点头。我对于书画研究不多，对于书画鉴定不是很专业。你如果不着急的话，可以把画作和佛像都放在我这里，我找人帮你鉴定，一起出手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些瓷器卖不了多少钱，这才把所有的物件都带过来了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把这些瓷器都卖掉，大概有400、500万，加上我手上的钱，应该够一套房子的首付了。我父亲明天出院，现在买房已经来不及了，那就先把这些瓷器都出手，剩下的我先收回去，等以后再说吧。这样也好，你若是不凑手，尽管根子明说他手上还有不少钱，一直跟守财奴一样，不愿意拿出来。你不要打我的主意，这些钱都是我自己赚回来的，都归我自己支配。小峰，你这一次赚到的钱几乎相当于我10年的总和还要多。咱们是兄弟，拿钱的事情好商量，但你下次发财一定要带上我。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带上你的。不过你现在要陪着我去买一辆车子，明天我父亲出院，我要开车去接他回家。接回来住在哪里？还要回之前的住处吗？我觉得买房子肯定来不及，已经在附近租了套大房子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这种事情你怎么不跟我说？我可以帮你跑腿。太麻烦，你有自己的事情，总不好一直麻烦你。你这也太见外了吧？是不是有人陪着你去租房子，所以才没有带我过去？小峰买法拉利，红色法拉利在路上非常骚气，单手开法拉利现在都成梗了。你趁着现在单身，一定要多玩一玩。布拉迪威龙也很霸气，兰博基尼、劳斯莱斯这些都可以考虑。你觉得我有多少钱？我跟你介绍这些是想要告诉你，这些都是咱们兄弟的目标，你可一定要努力。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，兄弟，我是没本事赚大钱了，只有跟着你，我才有希望发财。单手开上2、3千万的布拉迪威龙，小峰，我都能想象，单手开布拉迪威龙肯定骚到了极点。陆小峰本来是想要买一辆低调的车子，但是沈子明直接把陆小峰带到了奔驰店里。你就该买这款，大气。G 级车看似粗糙，但是做工精致细腻。车里除了车顶，基本上都是真皮包装，质感手感一流，低调奢华。车内的空间很大，坐在车里完全没有任何束缚感觉。您可以坐进去试一试。陆小峰看了一眼价格，略微皱眉。他手上钱不多，实在不愿意花这么多钱买车。最为重要的是，他不愿意那么高调。这车无论开到哪里，回头率都会很高。是男人就应该开这样的车子，多猛啊！你可以问一问销售小姐姐，她是不是喜欢开这种车子的猛男？我如果有你这么多钱，肯定直接买这辆车子了。我当然喜欢了，威武霸气。这辆车子空间多大啊！叔叔就算是躺在后排也能够躺得过来。你如果买那些，有现车吗？我们今天就要提车。苗潇潇呆住了，他能够清楚看出来，陆小峰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。他本想加上他的联系方式，以后多联系他，没想到陆小峰竟然当场就要定下来。这是纯进口车子，没有现车，您需要？你去请示经理，如果没有现车就算了。陆先生，如果有现车，您现在就刷卡提车。对。你这头驴真是绝！如果我不提叔叔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办法下定决心？男人嘛，不仅要对家人好，也要对自己好一点。你觉得这个潇潇怎么样？趁着这次机会加他联系方式啊！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，要不然你就没有机会。陆小峰没有搭理沈子明，他现在已经放开了很多，但还是比不上沈子明的。我们库里刚好有一辆，车主没有来得及提车，你如果想要的话，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。小姐姐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可不能骗我们。你也看到了，小峰可不是缺钱的人，也许这车子开得好，他以后还会过来买几辆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做按揭，你帮我们把总价算一算，尽量做低一点。最终首付2成，陆小峰刷了30多万就买下了车子。潇潇小姐姐，有时间一定要跟我兄弟常联系，他这人闷骚，但绝对是个宝藏，我不骗你。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
会联系他的，毕竟他可是我的金主。听到没有？你可是金主爸爸。本来以为你有100层楼高，现在你只有2层，因为你不够骚。次日，陆小凤去医院接父母，沈子明也跟过去帮忙。亲家，咱们又见面了。都是依依不懂事，我已经教训了他一顿。他和小峰都已经买好房子了，怎么能分手呢？咱们两家结为秦晋之好，这是早就已经定好的事情。等亲家伤愈，咱们就商量一个好日子，把事情给办了。张素仪不知所措，她转身看向陆小凤。尽管小峰已经言辞拒绝，但是依依还算不错。如果真是能够娶进家门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我们约个时间签一份协议，我会找开发商把你的名字去掉。小峰，你怎么这么狠的心？依依一直记挂着你，你怎么能把她的名字去掉？再说那房子是你们一起买的，把依依的名字去掉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房子是谁掏钱买的？难道你心里没数？他究竟做了什么？你清清楚楚。我不想再重复，我们以后再无关系，你们以后也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你们不愿意签协议也没有关系，接下来我会让你看到我有没有能力，让你们乖乖自愿签字。周荣骇然，吓得连忙后退。小峰，我知道自己对不住你，但我那是猪油蒙的心，我不该。陆小峰，老娘这是给你机会了，但你不愿意珍惜。我家依依这么漂亮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。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到处都是。依依，跟我走，咱们不理他。李依被周荣拖着离开了，张素仪盯着他们离开的方向，伸手抬了抬，终究放了下来。那个不是你同学吗？新这会不会是他的？依依，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？原来是绿茶婊和你的作精妈妈，你们还真是猜错了。这车子就是陆小峰昨天才提的，为了接叔叔回家提的车子。我还告诉你们，陆小峰昨天赚了400-500万。周荣和李依两人完全呆住，灰溜溜的离开了。小峰，你这孩子租这么好的房子干什么？这要多贵啊！咱们还是回去住吧。我跟你爸住习惯以前那屋了，在这里肯定住不惯。阿姨，您这话就不对了，这可是小峰的一片孝心，他是想要让叔叔的居住环境好一些，心情愉快一点，这样伤势也能够尽快恢复过来。小峰以后发了财，可能就直接买别墅了，到时候您不是更觉得不习惯？别墅我们可住不起，只要小峰踏实肯干，我们就满足了。子明啊，你是本地人，身边有没有合适的姑娘啊？可以给小峰介绍一个。你也看到了，小峰如果没有女朋友，依依还会来找他。只要小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，他就该放弃了吧？这都是小事，我保管给小峰介绍一个温柔漂亮又贤惠的姑娘。不过你们也要做好准备，他们母女今天见到小峰的新车了，见识到小峰的财力，恐怕更不容易放弃。像是那种绿茶婊，简直就跟狗皮膏药一样粘过来。本来都好好的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陆小峰和沈子明下楼采马，沈子明叮嘱陆小峰打量了一番。你想好没有？想好什么？你确定要跟他分手了吗？阿姨可是把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，我马上要帮你安排，帮你介绍女朋友。等我赚了钱再说吧，你自己还没有脱单就要给我介绍。咱们不一样，我是个浪子，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，但是你还是有那么一点纯情。我有个表妹，人美调顺，可以介绍给你。陆小峰盯着沈子明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算了吧。你不要觉得我胖，我表妹可一点都不胖。沈一鸣的动作很快，短短2天时间，他就已经把所有的瓷器都出手了。陆小峰看着眼前的账单，不免感觉到神清气爽。现在收藏市场很热，大家都愿意出手，所以这一次出货很快。当然，大家给出的价格也不低，这都是正常溢价。总体算下来，足足有706万，真是太酸了，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小峰，现在一顿饭已经没有办法让我满足了，你自己说一说，要请几次？等我谈完正事，你再插嘴。小峰，我们向来收取5%的佣金，不过你的成交量很大，金额也高，这一次我抽取20万佣金，你没有意见吧？沈叔叔，这不合适。没有什么不合适，我们对大客户有优惠，这是很正常的商业手段，你也不要觉得欠我的，你愿意把东西交给我，这是对我的信任，更何况我这里能够提供这样一批瓷器，对店里也是一次宣传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谢谢沈叔叔了，以后多照顾沈叔叔的生意就行。对了，你的店面没有装修好，你现在接不接修复的生意？当然接了。小峰，我相信你的修复技术不错，但是你毕竟太年轻，只能等以后慢慢宣传。不过我可以先帮你接活，先把事情做起来。等到父亲的身体好一些，我打算跟子明外出，去金陵、长安走一圈。小峰做事到底稳重一些，子明跟着你一起出去，我也能放心了。你在这里坐一会儿，稍晚一点，对方就会把碎瓷器送过来，你亲自接待，这样比较好。多谢叔叔。小峰，咱们之间就不必那么客气了，你们聊，我有事出去忙。钱的事情你不要着急，我已经安排财务尽快给你打款了。多谢叔叔。沈一鸣指着陆小峰，笑着走出去了。陆小峰坐在店里，没有等候太久，就见到一位中年男子抱着盒子走了进来。
周叔叔，是你要修复瓷器吗？子明，你父亲不在店里，我在这里，还需要他吗？这位是周太华，周叔叔是位收藏家，家里收藏了上千件瓷器。子明说笑了，我哪里算是收藏家，只能算是爱好者罢了。陆小凤盯着周太华，周太华身上穿着老旧的灰色西服，里面的白衬衫已经被洗得发黄，看起来像是条件不好的样子。你父亲说是要帮我介绍修复师，那人在哪里？周叔叔，你还是那么着急啊？文物修复师就在你眼前，你都没有看到，这位就是文物修复师。哼。叔叔，你不要着急，能不能听我说完？你听我介绍一下陆小凤的身份。你这样唐突，以后咱们可就没有合作的机会了。周太华犹豫了一下，这才转身坐了回来，只是死死地抱着怀里的盒子，盯着陆小凤不说话。为什么沈叔叔要急着离开？他分明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，才会把任务交给了子明。周叔叔，你也知道我父亲不是那么不靠谱的人，他既然能够把陆小凤介绍给你，肯定是有可取之处的。陆小凤是中海大学的高材生。你过来的时候，想必也注意到了，旁边100米的地方是不是有一家店铺在装修？你就是来试一试，他的店铺1年几十万，总不会差你这点钱。更何况这件事情还有我在中间做保，你还担心什么？既然如此，我相信你。陆小凤伸手摸了过去，右臂青光闪过。民国仿定窑宇文瓷碗，这是民国仿品。你胡说！北宋定窑3大特征：芒口、泪痕、蛛丝刷纹，怎么就不是北宋定窑了？北宋定窑的芒口呈现浅灰色，这个芒口则是刷了黄色。北宋定窑的碗底可没有这样的小孔。子明，我相信你的实力，你来判断一下，这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定窑瓷碗？周叔叔，我这半瓶水咣当的水瓶哪里敢？不要啰嗦，直说。民国。您花了多少钱买下来的？3万。既然是这样，最好还是交给小峰来修复，至少能够帮你挽回损失。周太华盯着碎瓷片看了好一会儿，你们2个太年轻，没有什么经验，应该不会鉴定瓷器。我待会儿去找个有经验，重新鉴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多留周叔叔了，你换一家试试。这也是位可怜人啊，家里的钱被他糟蹋完，连老婆都跟他离婚了。你不是说他是收藏家吗？我虽然没有去过他家里，但是他家里到处摆满了古董。我听说他买到的瓷器基本上没有太高的收藏价值。本来还以为会是一个长期合作的老板，现在看来应该是不可能了。文物修复是一个讲究经验的行当，自己年轻，这种情况应该会很常见。你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，像是咱们这样的年轻人，人家不相信是正常的。不过你开这家文物修复店以后恐怕不会那么容易。正说话间，周太华再次走了回来。哟，周叔叔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不欢迎。开门做生意哪有不欢迎客人的道理？周叔叔，您请坐，请上座。钱老师大驾光临，欢迎欢迎。你小子又想到了什么坏点子？岂敢岂敢！我听老周说，你们要帮他修复这件民国仿北宋定窑鱼纹瓷碗。哪里是仿的？这是真的北宋瓷碗。这是跟老周有矛盾。我们年轻，不可信。周太华一张脸长成猪肝色，羞愧难当。你帮老周修复这件瓷器，打算收多少钱？2000块。你这是要抢劫吗？我这瓷碗就算是修复好，也就能够卖几千块，你竟然收2000。如果你不愿意，那就请出去吧。陆小凤的表态顿时让周太华僵住。小峰，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调调的样子？不过做生意就该这样，咱们有技术，那就要摆谱，这一点你以后要跟我好好学一学。钱教授，如果不是您介绍，我是肯定不愿意打脸这个年轻人的。哼，叶小姐想要聘请陆小峰为叶家修复古董，年薪200万，还不限制他赚外快，人家愿意接下你这个单子，就已经足够给面子了。看来你是觉得人家年轻，压根没有把人家放在眼里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女神竟然想要招揽我兄弟，怎么没有告诉我？周叔叔，你现在后悔了吧？像是小峰这样的高手，你想请都请不来，现在竟然不珍惜。后悔了。把盒子留下来，3日后来这里取走。周太华连忙把怀里的木盒放了下去，他感谢一番，转身就要离开。慢着，你们各自用手机拍照留存下来，万一哪里磕了碰了，可就说不清楚了。严教授这是在教自己规矩，毕竟瓷器是易碎品，碰一下很容易造成小豁口，但哪怕是小豁口，也会影响到最终的成交价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前2天的事情也不算什么大事，我就没有多说。你这分明是不拿我当兄弟。当初我拉着你，咱们一起去偷看女神的时候，哪次把你落下了？现在你去见女神，竟然没有通知我，这可不行。下次一定拉着你。
说起来，叶青音这是什么眼光？竟然要拉你去他家做文物修复师？你是什么水平？他是一点都不清楚啊！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忽悠外人还行，叶青音竟然也被你糊弄住了。说到这里，申子明突然顿住了，因为钱教授和陆小凤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。什么情况？我这一次是受叶小姐所托，再次向小凤报价。像我刚才所说，小凤即便是受雇于叶家，但仍旧可以接私活，年薪300万。陆小凤很镇定，并没有回应。年薪300万还可以接私活，我很缺少这样的工作机会。抱歉，钱教授，我不愿意。你知道这个机会有多难得吗？叶家所有的古董都是叶青音负责打理的，如果接下这个任务，就能够经常见到女神了。你知道300万是多少吗？我们这家店1年的盈利也不一定能够超过300万。我现在可以有机会自己当老板，我不想去。500万，陆小凤仍旧摇头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不同意。申子明瞪眼，却无可奈何。你想要让我过去，然后有机会过去找我，这样就能够见到叶青音吧？申子明呵呵一笑，显然是这个心思。钱教授，还是像上次所说，你们可以把需要修复的古董送到我的店里，这样算下来更划算。不需要几百万，请你回去转告叶同学，我是不可能答应的。钱教授点头，倒也没有多劝。叶青音真是瞎了眼，怎么就看上了你这个三脚猫修复水平的家伙？我现在就去学修复，还来得及吗？或许你可以亲自问一问。他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要准备工作了，你可以先试一试。瓷器修复应该算是很简单的，你把家里的碗摔碎掉，动手粘起来看效果。你这样的水平都能被叶青音看中，我比你起点更高，这时候入行并不算晚。陆小凤把碎瓷片拿回家，很快便修复完成，把瓷碗放在一旁。她的视线落在书桌上旁边的2卷画轴上，右手触摸到仕女图，她却能够清楚看到，绘制这幅画的却是一位女子。年轻女子绘制完毕，请父亲提拔落印。女子在印证的地方用毛笔点了一下。这应该是裘英女儿裘珠代父作画。这幅画则是沈周所绘制的《牡丹图》，看起来应该是学习元代画家水墨浅绛风格。这是沈周早年的作品，距离后期画技大成还有不少的差距，但是已经能够看出些许大家的端倪。陆小凤摸着这幅画，心中一动，开始临摹起来。不过笔墨落在宣纸上，渲染开一片。看来绘画并非那么简单。小峰，吃饭了。妈，咱家找个保姆吧，要照顾父亲，还要做饭，实在太忙了。做饭给你吃，你还挑我毛病？你不要整天待在家里不出去，待在家里能有什么出息？子明不是要给你介绍女朋友的吗？有消息没有？妈，这件事情我能够处理，您就不要操心了。家里的事情我能操持，你担心什么？陆小凤不敢跟母亲讲道理，只能敷衍了几句，便跑去看父亲。看着父亲的伤势，他很想要用右手试一试自己右手能不能疗伤，但是犹豫了很久，终究没有尝试，生怕用错了。毕竟用在董文杰的身上，董文杰已经不能人道了，现在更是被送进了监狱。尽管还没有判决，但想必不会少于10年。陆小凤能够想象得到，董文杰不能人道，以后不长胡子，会不会因此翘起兰花指？这样的人待在监狱里，实在是太惨了吧。3天后，实在没想到你这么年轻，修复水平这么高。您过奖了。陆小凤拿出了收款码，放在了周太华面前。沈一鸣坐在一旁，笑而不语。周叔叔，你该不会没想过要付钱吧？这可是提前讲好的价格，你也同意的，难道要签了合同算数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手头一时有点紧，小兄弟能不能宽限我几日？陆小凤不明所以，他看向沈子明，沈子明朝着陆小凤使眼色。周叔叔，不是我说你，既然是收藏家，那就要有收藏家的样子。你又没有其他进项，为什么还要像守财奴一样只进不出？人家都是以藏养藏，出手一部分，然后购入一部分。像你这个样子，肯定入不敷出。我看啊，你不如直接把这件民国定窑瓷碗卖掉吧，一部分用来偿还陆小凤的费用，一部分用来改善家用。你不能这样做。不要胡说八道，周老弟，当初是你央求我，让我帮你找文物修复师，现在人家也帮你修复好了，你现在很满意，但是却不肯付钱，你让我怎么交代？只要不卖瓷器，怎么办都行。如果不卖瓷器，你能拿出钱吗？难怪周太华会是妻离子散的下场，他的水平实在太糟糕，又一心想要收藏，这完全是魔怔了。小峰，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，你同意吗？麻烦沈叔叔了。既然你拿不出2000块，我也不勉强你，但是你接下来要帮小峰招揽生意，你也看到了小峰的水平，如果你能够招揽一笔文物修复的生意，就给你1%的提成，提成先还这2000块，然后才能拿到手。1%太少了，已经不少了。小峰要付出不少材料成本，还有技术，你能付出什么？更何况你在圈里认识的人多，哪家没有破损的瓷器？只要修复好，价格能翻几倍，大家肯定愿意。如果人家一次付费10万，你能拿1000块，还落了人情，这很少吗？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。你回去想一想，也不要想了，回去就拉人过来，拉得越多，提成越高。
多谢沈叔叔。听说叶家想要请你，你不愿意过去？有这个事情？小峰，你自己有技术，以后一定能够成功，到时候可不要忘了叔叔就好。你叫子明学习修复了吗？最近我们家里所有的碗和盘子都摔碎了，没一个完好的，就算是被他修复好，也都漏水。我现在每天只能吃米饭，吃菜都没有汤。陆小峰听到这话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沈子明哼了一声，表达抗议，老沈却已经走开了。老奸巨猾，周太华应该是完全掉进了沈叔叔的坑里。在接到周太华请求的那一刻起，沈叔叔就想好了办法，把周太华拖进来帮我做事。我都等你好几天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外出一趟？趁着现在店面还没有开起来，咱们外出方便。万一以后生意好了，你恐怕都没有时间外出。我开价高，应该不会太忙。陆小峰不放心父亲的身体，没有同意外出。本以为周太华没什么口才，拉不来什么生意，没想到才第2天。这一次，陆小峰没有把他们约在沈家的万宝轩见面，因为总是在万宝轩会让对方产生错觉，以为文物修复是万宝轩所做。陆小峰不可能一直仰仗万宝轩的名气做背书。你会修复？吴老板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原来你们认识啊，那就好办了。吴老板这里有一件清代康熙年制鱼子绿釉梅瓶，梅瓶的瓶口摔掉了，你能不能修复？我的梅瓶是不会给他修复的，就算是烂在我手上，也不会给他。吴老板，你是不相信他吗？我不是把瓷碗给你看了，你不相信我，难道还不相信钱教授吗？陆小峰师承高教授，修复水平简直登峰造极，你难道不想让梅瓶卖出一个好价？不要在我面前提钱教授。吴德兴以前不是很佩服钱教授的吗？这是怎么了？既然你不愿意修复，那我就不管了，你排队等着吧，也许等个1年半载就能等到专家为你修复。吴德兴狐疑地看向两人，他总感觉陆小峰在给自己下套，又想骗自己的钱。我听说叶家给陆小峰开了500万年薪的天价，请他为叶家护理修复文物，他都没有答应。吴德兴愣了一下，他看向陆小峰，感觉像是看一个傻子。你先看一看能不能修复。康熙年制鱼子绿釉梅瓶真品，可以修复，价格多少？30万。30万。30万。你愿意修复就是这个价，如果不愿意那就算了。这件梅瓶就算是完好无损，也不过价值100万。陆小峰一张口就要了30万，这完全是打劫。陆小峰开出天价，明显是把人朝外推。如果不成交，我怎么拿提成？价格可以谈，可以谈的。价格不能谈，一口价成交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上次从我这里买了碎瓷片，修复之后转手卖出300万，钱教授都已经告诉我了。你从我手上赚了这么多钱，难道你良心不会痛吗？那我这次再赚30万，你觉得我良心会痛吗？这一次文物修复标的价值太高，咱们必须要签订合同。如果你修复的结果不能让我满意，我不会付钱。满不满意太过主观，不能由你说了算。这样好了，请钱教授帮忙作证，他说了算。好，你给他打电话，请他过来，咱们签合同。吴德兴打了一个电话，钱教授很快赶过来，签了一个3方签字的合同。吴德兴到底跟钱教授是什么关系？怎么能直接把人叫过来？陆小峰把瓷器带回家，花了半个小时就把瓷器修复完成。如果能够入炉烧制一番，应该会更加贴合。但是重新烧制之后，本来因为时间久远形成的宝光就会变成火气，以后也容易再次碎裂。现阶段只能接一些修复瓷器的单子，但是书画修复的市场更大，因为书画保存更加不容易，很多书画保存不当就会出现霉斑。修复书画是个细致活，很有可能需要补上几笔。作画是有技巧的，每位画家都有自己的技法。若是想要修复的书画更好，那就需要在书画上有一定的功底。没有作画的功底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可以找个老师学一学国画。次日，你会修复书画吗？刚开始研究书画，就有人送上门来。是谁的画？赵高涵。赵高涵，赵高涵是当代画家。赵高涵是老板，是他想要修复古画。那幅画是仇英的作品，明代4大家。你如果能够修复古画，我就安排你们见面；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就拒绝了。最近临摹求诸的仕女图渐渐有了心得，但是求诸的画技距离他父亲还有很大差距。如果能够观摩仇英的画作，也能够有一定的对比。我们还是去茶楼见面。陆老板，你现在没什么名气，大家对你不是很放心。赵老板不像吴德兴认识钱教授，跟你没有任何交集，人家怎么能轻易相信你？你是想把人约到万宝轩？老沈在这个圈子里混了多年，还算是有些威望。如果能够约到老沈那里，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。况且老沈眼光很好，还能帮你长长眼。看来短时间内是避不开万宝轩了。可以，你直接把人约下午见面吧。OK。
没有问题，这都是小事。对了，叔叔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？你是不是需要约一个康复医生到家里指导一下？你能安排吗？只要有钱，什么都能办到。我帮你约个医生，1周后去你那里看一看情况。多谢。如果想谢我，下次带我出去耍，你现在开始接单，生意步入正轨。回头想一想受苦受难的兄弟，我家老子天天在我耳朵边说什么人家小峰多努力多勤奋，说我天天只会泡妞躺尸，你成了别人家的孩子，我就惨了。我帮你想办法，你不要着急，要珍惜当下。现在还能泡妞躺尸，以后万一真是有了事情做，你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我是要珍惜当下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。移车无惧。小峰不错啊，又开张了。还要多谢沈叔叔，如果不是沈叔叔帮忙找了周太华，恐怕还没有那么容易。我想了一圈，觉得只有周太华最合适，他鉴宝的眼光不行，但是这么多年走下来，在圈子里认识了不少人。再说，我不仅帮了你，还帮了他一把，也算是给他尽了一份力。我昨天接了一单，是从吴德兴手上接到的，康熙年至于子绿又没评，这也是周太华帮忙牵线的。你竟然能够从吴德兴那里接单，真是不简单啊！要知道老吴可不好说话，他请了钱教授帮忙做保，才签了合同。陆小峰把昨天的事情简单的解释了一遍。30万，小峰，你教我修复，这次我是认真的。这2天我也看了一点书，本来觉得文物修复太过枯燥乏味，但是现在我感觉文物修复可能很适合我。子明啊，要不你还是放过咱家的盘子和碗吧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已经闻到了金钱的味道。小峰，你觉得我几年能够达到你现在的水准？说不上来，你先试一试再说吧。老沈，如果知道是你在搞修复，我就直接联系你了。老赵，你算是误会了，这可不是我要搞修复，只是我家侄子学了几分本事，现在要搞一家修复店，我要欢迎你照顾他的生意啊。老沈，咱们可说好了，如果你家侄子没有这个本事，可不要怪我不认识你。这幅画很贵重，我本来是想要前往京城走一趟的，现在被周太华骗到了这里。放心好了，我们从来不搞强买强卖那一套。再说，谁还能强迫你不成？赵伯伯，以后我也学修复，你可要照顾我的生意啊！胡说什么？你学什么修复？继承你父亲这家店铺不是很好吗？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，一定要脚踏实地，踏踏实实做事情。我可是一直都脚踏实地的。这是裘英的一幅修竹仕女图。我道老周，你可不厚道。既然是要看画，咱们换个地方，这里都是茶水，可不适合。老赵，你是怎么保存的？这幅画破损太严重了。如果不严重的话，我为什么要拿过来修复？小伙子，你有信心能够补全这幅画吗？你要知道，裘英是明代4大家之一，尤其是他的仕女图，技工设色，又善水墨挨描，笔下仕女或婉转舒畅，或金丽艳爽，画风流丽纤巧。难道他闭着眼睛就能补全这幅画了？怎么样？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就不要接下来。老赵在圈里也算有名气，如果真是没有做好，我怕他会败坏你的名声。我可以，你可以，小伙子，这话说的轻巧，你能够做到，那就要拿出证据来。如果随口说出来，我想我们都可以。我家中也有一幅裘英的仕女图，我自己也做过临摹，我可以拿过来给赵老板看。你手上什么时候有了裘英的画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上一次我不是带了2幅画过来吗？你都没看，是跟7件瓷器一起带过来的吗？我现在回去拿画，你们等我一会儿。我帮你开车，你那是新车，要小心一点。我帮你磨合。老赵，你不太相信小峰啊？哼，难道你就完全相信了？我这幅是裘珠所画。裘珠是谁？裘英的女儿。代父作画？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裙摆的画法最为明显，裘英的仕女图，尤其是裙摆位置，线条流畅，往往寥寥几笔就能画出裙长。但是这幅画却表现得更加工整，稍显刻板，不够飘逸。这不够充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在印章上出现了一个黑点？这不可能，肯定是巧合。沈子明拿出手机跟着搜了起来，很快沈子明把手机放了下来，上面的印章清晰可见，红色的印章上没有丝毫墨痕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小峰可算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线索，以后鉴定裘英真迹的时候又有了一个新的依据。老沈，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老赵，你在担心什么？只要咱们都不说，你手里拿的不就是裘英的真迹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了什么吗？小伙，小峰是吧？你的画技如何？技法上可能还差一点，如果论起对裘英的了解，我应该算是不错的吧。我可以修复这幅画。小峰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画画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偷偷学了一段时间，画的不好，没敢往外说。好，交给你修复。
赵老板，不要答应这么快，有些话咱们需要提前说清楚。这幅画缺少的部位非常关键，接下来我会设计补全仕女图，到时候我会把画稿交给你，你来决定是不是采纳。陆老板说的很有道理，是应该先设计画稿，毕竟仕女的面容要跟画作的意境统一。还有修复价格问题，我修复的价格很高，我要说清楚。这都没有问题。赵老板实力雄厚，但我要说清楚，我开价90万。开价90万。裘英的画作价值很高，尤其是最近几年拍卖的价格千万起步。裘英文姬归汉长卷成交价达到1.12亿美元，西园雅集图更是以5亿美元起拍，经过310轮叫价，最终以9.5亿美元的天价成交，刷新了裘英画作拍卖的世界纪录。这个价格也太高了吧！我的开价向来很高，不接受溢价，所以我劝赵老板不急着答应。如果你把这幅画交给我，可能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进行修复，你考虑清楚再联系我也可以。当然，各大博物院也有很多人能够修复这幅画，赵老板最好先试一试。年纪轻轻就能够拿出裘英的画作，而且鉴定出这幅画是裘朱代为作画，临摹虽然一般，却在专家水准之上。这些条件综合起来，陆小峰算是非常适合修复这幅画的。想要找到更加适合的修复师，确实不容易。即便是找到，可能也要等到几年之后才能修复完成。这个价格确实太高了，就算是我也要犹豫很久。老赵，你不着急做决定，可以等一等再说。你最近还接了其他活吗？如果能接，我自然会接的。到时候修复这幅画的档期可能要往后排了。好，交给你了。陆小峰点了点头，两人当场签了一份合同。我觉得我可能要学绘画。你什么都想学，人家一幅画能卖1个亿，你觉得你这辈子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吗？小峰，你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太多就难以精通。多谢沈叔叔，我明白。还要继续吗？当然要继续，你接下来要多注意，尽量接那些价格高的，毕竟价格太低会浪费时间。你多筛选一下。我现在手上有一幅画，还有一件瓷器，并不急着接活儿。老周很辛苦，这段时间恐怕是生活的不容易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处处都要钱。小峰，你如果宽裕的话，可以先给老周预支一点交通费，毕竟跑东跑西可不容易。是我疏忽了，这样我每个月给你2000块，当做交通通讯费，不算预支。谢谢老沈，谢谢小峰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每天跟你去学画。你每天都过去，不耽误你陆叔叔休息吗？不如去催一催，趁早把小峰那家店面装修好。这样一来，你们可以每天都待在店里。这是个好主意。你那家修复店还需要注册一下，你要想一个名字。就叫修旧，简单易懂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等你的门头做好，恐怕很多人都会觉得你的店铺是修瓷碗补锅底的。只要喜欢就好。既然如此，我尽快帮你注册好，你专心修复，趁早把老赵的画给他修复了。这样一来，你才算是站稳脚跟。接下来，陆小峰把梅瓶交付了。吴德兴盯着瓷器看了很久，竟然没能挑出毛病来。陆小峰请求钱教授帮忙介绍一位美术老师，又到慈善机构捐了100万后，见了黄欣欣的父亲。咱们想到一起了，你如果不过去，我最近肯定是要过去一趟的。黄欣欣这么惨，咱们之前是给了一笔钱，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决他的问题，最好还是能够给他治疗。你等一等，我现在就过去，咱们商量一下。陆小峰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，如果他给出一大笔钱，他怕黄凯旋会带着钱离开，不给黄欣欣治病，最好还是能够给黄欣欣安排一家医院，他负责所有的治疗费用，每个月给黄凯旋一笔生活费，让他照顾女儿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恐怕这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你考虑好了？考虑好了，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做。我并非是什么大善人，但因为黄欣欣才能把董文杰送进去，万一以后董世明找上门来，黄欣欣如果能够恢复神智，会是最好的底牌。直到如今，董世明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这让我感觉很诧异。毕竟这件事情如果想要调查，很容易就能够查出我们的身份。不管如何，我们要做好后手。两人商议一番，最后决定把黄欣欣他们送到了附近的姑苏城，检查了一番，办理了入院手续。直到次日，陆小峰两人才赶回中海。你这开业仪式也太冷清了吧？开业仪式为什么一定要热闹？你看门外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就算是100个人走过去，可能连一个潜在顾客都没有。就算是再热闹，又有什么用？你还不是生意人啊！你不懂生意人的想法。就算是没有生意，那也要热热闹闹有人气才行。我只要把这门课程研究好，赵高寒就会帮我交房租了。你行动这么快，这是要把我彻底甩开啊！我已经约了上课的老师，下午在这里见面。你要学吗？我跟老师说好了，可能会有2个学生。免费的课程当然是要学习的。出了什么事？陆老板，你什么时候得罪董世明了？他在圈子里宣称要封杀你，不允许大家把东西拿到你这里来修复。陆小峰面色大变，他转头和沈子明对视一眼，他们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。既然是这样，倒也不着急，只要修复的足够好，我相信他们以后还会找过来的。我先把手上这幅裘英的画作修复好，其他事情先放一放。你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尽管告诉我，我可以先给你预支一部分。没什么，我买了一个小东西，想请你帮忙长眼。恭喜你，这只鼻烟壶不错，是真品无疑。
我这是时来运转了，终于买到了真品，这是我花了300块买回来的，我这算是捡漏了。对，捡漏了。董世明封杀咱们，这个事情该怎么办？能不能请沈老板帮忙说和一下？毕竟都是圈里人，他这样封杀实在说不过去。对，我父亲还是有几分薄面的。不要痴心妄想，你以为他会这么轻易放过这件事情吗？沈子明，不要妄想找谁去说情，难道你还能替他儿子坐牢不成？我们跟他之间的事情绝对没有和解的可能性，你要搞清楚这一点。对方封杀，这是撕破脸了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只能做好反击的准备。这是我能听的吗？放心好了，他是封杀不了咱们的。你忘记了咱们是在哪里毕业的？你说的对，咱们绝对不能让他如此嚣张。作为中海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，就这样被他封杀，中海大学的颜面何在？我现在就去联系老师，联系更多的同学。不要着急，咱们先等一等。如果求助外面的力量解决这件事情，岂不是显得咱们示弱？先缓一缓，咱们想其他办法。既然你不打算用这些人脉，你说出来做什么？让你放心。周太华在这里待了一上午，没能等到结果，这才离开了。两位老人家，你们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你这里修雨伞吗？我看你长相年轻，应该不会修理这些，看来真不是修雨伞的。我们这里修复瓷器，修复书画，您家里如果有古董，可以来这里修复。我看到门头是修旧，我还以为是修雨伞的，既然不是，那就算了。谢谢你呀，小伙子。我就说吧，你这个名字有问题。我猜有可能是请你修理高跟鞋的。你们谁是陆小峰？我是陆小峰。钱教授介绍我来教你绘画。宁老师好。宁老师，我也跟着你学画。我不教佣人，你把作品拿出来给我看一看。我跟着上课就行，不要求进步。既然是不要求进步，你跟我学画做什么？沈子明也不是不要求进步，只是他知道自己的起点低，可能相对宁老师的要求来讲差得太多，所以才会口不择言。啊，对。水平还可以，我可以教你绘画，但是我授课的价格很高。我没有问题，可以接受。1节课1个小时，学费1000块。可以。我叫宁晚秋，我不收没有任何基础的学生。我可以付钱双倍。你没有任何基础，可以去找一家幼儿绘画启蒙培训班，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幼儿绘画启蒙培训班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，沈子明终究还是被赶走了。陆小峰帮忙说情都没有任何用处。你的画技不错，临摹起来很工整。钱教授说你以前没有基础，天赋很好，指的大概就是临摹吧。不过你的临摹也就只限于工整了，你难道没有发现你画出来的东西没有灵气吗？我就是发现这个问题，所以才想要求教的。先从素描开始，我来看一看你的基础到底有多差。你先画一个苹果给我看一看。陆小峰拿起笔来，突然就愣住了，因为他之前临摹仕女图都有踌躇作画的过程，他只要按部就班的临摹就行了。现在陡然让他下笔，他竟然不知道该怎么画。你真是一点基础都没有，起笔就是错误的。我真的没有任何基础。看你临摹的作品，还以为是客套话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你去把你那个朋友叫过来，1只羊是赶，2只羊也是赶。我还没挖过。陆小峰有些尴尬，他给沈子明打了电话，沈子明兴冲冲的跑了回来。宁晚秋无奈，只好从最基础的知识讲了下来。接下来你们多练习，每人准备1幅画，我明天检查效果。宁老师，你多教2个小时，我想要赶进度。这不是赶进度的事情，想要学画，那就不能一蹴而就，必须要稳扎稳打。陆小峰拿着笔，随即在上面画了1只苹果。这才1个小时，已经有模有样了，而且是真的掌握了素描的方法，真是个天才。接下来几天，宁晚秋每天都要来讲3个小时的课程。他惊喜地发现，陆小峰的绘画一天一个样，每天都会有极大的进步，进步很大，至少有了灵气。你学画是为了补全这幅画？不全是，补全这幅画是为了工作，但是学习绘画是为了艺术追求。胡说！你学画画分明是想要修复更多的古画，赚更多的钱。为了抢救古代文明成果。以你的水平，距离裘英还有不小的差距。如果想要修复这幅画，我劝你再等一等，毕竟裘英的画很稀少。补全是一方面，如果能够更加完美的呈现这幅画本来的面貌，岂不是更好？宁老师，你能不能帮我照着这幅画画出来给我看一看？一时间，房间里完全安静了下来。陆小峰2人谁都不敢大口喘气。好，陆小峰当即给赵高寒打了电话，请他来看画。赵高寒看了画作之后非常满意，他当场就同意了下来，支付第一笔款项30万。宁老师，你也看到了，我接下来一个修复古画的单子，但是以我的水平是没有办法独立完成的，需要你帮忙修补。宁老师愿不愿意跟我合作？可以。既然宁老师同意，咱们就谈一谈价钱。我相信你，但是现在天色太晚了，能不能先把我送回家？好，咱们边走边谈。你是怕回家太晚，家人会担心？我妈一个人在家，之前每次回家太晚，她都会非常着急，我要早点回去。哦，你帮我补全这幅画，20万。什么20万？我会把这幅画修复好，到时候由你来着手补全，我给你开价20万。
你们搞古画修复这么赚钱吗？修复这样一幅画，你收费多少啊？怎么能够给得起这么多？我算是千金买马骨，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你可一定要帮我介绍几位画家。我可以全部接下来。陆小峰没有回话，他看得出来宁晚秋绘画水平是相当高的，以他的水平，以后成名只是时间问题。这是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由你来补全。现在就画。我先做好准备，毕竟你做准备也不容易。宁晚秋不懂修复，但是昨天还有不少破损的古画，现在几乎完整的呈现在眼前。陆小峰肯定是做了不少准备，他如果有任何失误，无疑会给陆小峰带来麻烦。我昨晚回去的早，特意问过我父亲，封杀的传闻属实。不用着急，这幅画交出去，应该能够给我们增加不少说服力。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宁老师硕士毕业，如今刚读博，但是已经确定要留校了。宁老师是艺术学院的一枝花，最喜欢穿旗袍，单亲家庭长大，他的母亲是小学老师。你已经忘记叶青音了？不要说这种丧气话。作为男人，做什么选择，难道不应该都要吗？什么都要。宁老师辛苦了，待会儿我把钱打给你。你不等人家验货？这幅画没有问题，完全可以交出去，你就放心好了，我有这样的信心啊。宁晚秋走后，陆小峰把这幅画重新装裱了起来。尽管画作已经完全修复，等到了时间再交付，毕竟赵高寒花了90万，如果他知道短短2天就把古画修复好了，心里难免会不舒服。今晚我带你出去，快活快活。算了，我昨晚实在是太累了，今天就不出去了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今晚有个局，我带你去看一看，是我父亲传的局。你以为之前你卖掉的那些瓷器都是怎么出手的？陆小峰带上刚刚修复的画作，跟着沈子明出去了，走进附近的一家商铺，这也是一家古玩铺子。陆小峰曾经来过，在这里买过一件雍正年制12月令五彩花神杯。他们直接在这里交易，难道不选一个隐蔽的地方吗？又不是做什么坏事，要那么隐蔽做什么？帮大家介绍一位年轻的修复师陆小峰，吴老板就不多说了。这位是黄老板黄天威，黄老板对小峰一直念念不忘，现在也算是见到了。黄老板心情如何？这件事情传出去，我几乎成了笑话。谁都知道我2000块卖出去，又花了93万买回来。陆小峰，你可是让我颜面扫地啊！黄老板，这只能怪你学艺不精，哪里能够怪人家小伙子？这位梁老板从金陵过来，这一次用于交易的古董，主要是由梁老板带过来的。陆老板年纪轻轻就擅长古董修复，实在是让人敬佩。不知道陆老板什么时候能够抽出时间到金陵去走一走？中海不欢迎你，但是我们金陵欢迎你啊！有梁老板这句话，我就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不会吃不上饭了。多谢。梁老板一来到中海，就要挖我们的墙角啊！吴老板，你是请陆小峰修复过的，你觉得他的水平如何？他的水平非常高，不比寻常的专家差。这是小峰刚刚修复的一幅画，我这里还存了之前的照片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陆老板，你无论如何都要跟我到金陵走一趟，你这修复的水平实在是太高了，我感觉经过修复之后，这幅画的意境更上了一层楼。我只是按照这幅画本来的意境补充完整罢了。陆老板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只要去了金陵，价钱好商量。梁老板，你们金陵背靠博物院，那里有不少的修复专家，难道你们不能请他们帮忙修复吗？沈老板，你是不知情啊，就是因为背靠博物院，全国各地都有人请托，现如今几乎每个专家都要排到几年以后。陆老板如果去了金陵，保管几年之内每天都不会闲着。这件事情不着急，咱们私底下再商量。你们不是在交易吗？梁老板，请住手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相信你才愿意跟你交易，你这样做可就坏了规矩。这物件分明是刚出土不久。沈老板，你们不要着急，等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再说。这批玉蝉竟然是20多年前就已经做好的，直到最近才挖掘了出来。精湛的汉八刀雕工，再加上极为科学的埋葬方法，也就形成了眼前的这只玉蝉。子明、小峰，你们2个就不要在这里待着了，这里的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。陆老板，留下联系方式，咱们再联系啊。走出店面，陆小峰这才醒悟过来，他是修复师，沈子明又不会买那些东西，因此他们算是局外人。沈一鸣让他们出去，不仅是因为与他们无关，更是要保护他们。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？他们拿下这批货都有自己的出货渠道，可不会卖给老客户。我告诉你，这批货最终很有可能会流向市民拍卖行。你会不会更加惊讶？市民拍卖行向来都是赝品的集中地，这几乎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。每次拍卖，他们都会找来那些不懂行的凯子。市民拍卖行这么多年之所以还能屹立不动，无非是因为董事明有手段。这些事情你以后就知道了。咱们现在就去快活。次日，这是清代画家扎世标的《云容水影图》，我开价20万。陆老板，他们都说你开价很高，你这修复的价格真是高出天际了。开价高，这是为了能够尽量少接活，能够花更多心思在修复上。黄老板也看到我之前修复的效果了，你如果不同意，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请专家帮忙修复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交给陆老板了。
小峰，我跟你说了很多次，我要跟你学修复，这一次你该教我了吧？我感觉文物修复真的非常有前程。我能跟你学文物修复吗？你不要瞎胡闹，你有那么高的绘画天赋，学什么修复？如果因为我以后少了一位大画家，那可真是极大的损失。我想学。既然宁老师想学，那你就教呗，一个学生也是教，2个学生也是教。陆小凤无奈，只好点头答应下来。小凤啊，你真是让我们好找，我们可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你呢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小凤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这才多久没有见面，怎么就这么生疏了？依依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你是小凤的女朋友，竟然不主动来找她，还要我把你带过来。陆小凤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姐姐这么漂亮，你什么都没有，竟然还敢嫌弃我姐姐不成？我跟你说过什么？你应该还记得吧？你我之间一刀两断，绝对没有复合的可能性，你们还找过来做什么？小凤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们是恋人关系，怎么能说断就断？我是你丈母娘，我都没有同意，你们怎么能分手？李依依主动跟我分手的时候，你这个丈母娘去哪里了？不可能，我们家依依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傻事？像是你这样的女婿，打着灯笼也难找。我不相信依依会这样做。你的女婿正蹲在监狱里，你觉得利用完董文杰这件事情就算是结束了？你们打听一下董文杰的身份，你们这样过河拆桥，难道就不怕董文杰报复？董文杰又算什么东西？他现在都已经进牢里了，我们还能怕他不成？陆小凤，我告诉你，不要不识好歹。我有一帮小兄弟，如果今天给你脸你不要的话，那就休要怪我不客气。李依依，你拉我做什么？我们今天过来就是要帮你出气，像是这样的人以后能有什么出息？我把你介绍给我兄弟，以后一定比他有钱。胡说什么？他是你姐夫，开奔驰的姐夫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买婚房都要买到30公里之外的郊区。我看啊，他开的奔驰是借过来的吧？我说你们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都找到这里来了，难道还没有打听清楚小峰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？你们现在竟然还怀疑那辆奔驰是小峰借来的？是沈公子啊，快帮忙劝一劝小峰，让他不要分手。他们关系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分手？那你是找错人了，我是一定要劝他们分手的。李依依可配不上小峰。你胡说什么？压根就是陆小峰配不上我姐姐，我姐姐天姿国色，以后一定是富太太。既然是配不上，为什么你们今天还要上杆子跑过来？你不清楚事情的原委，可以问一问你妈你姐姐，问清楚再说。陆小峰，你就是配不上我姐姐。陆小峰配不上吗？陆小峰，你这是出轨了！你怎么能对不起我们家依依？她可一直都在等着你。周蓉，你们闹够了没有？如果今天想横着出去，那就接着闹。你敢打李浩，我跟你拼了！滚！他们怎么会找到这里的？陆小凤皱眉，他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但他微微摇头，没有多说。多谢宁老师。稍晚，陆小凤开车送宁晚秋回家，他向宁晚秋解释自己和李依依的关系。其实你没必要跟我解释，跟你解释是不想让你误会。他们来了一次，以后很有可能会再过来，我会尽快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。怎么解决？陆小凤一时间愣住，他还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。你有办法？我不是这样的人，做不出这种事，自然也想不到解决的办法。周蓉完全就是泼妇无赖。李依依虽然绿茶，但她要面子，只要让周蓉退了，这件事情就算是结束了。对付泼妇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见一面打一顿，把她打疼了，但是不要打伤，这就足够了。陆老板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梁老板还没回去吗？陆老板没有跟我回去，我可不能独自回去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真心实意请你前去金陵的。我手上有一批瓷器需要修复，正要借陆老板妙手。实在对不住，最近这段时间我这里生意太忙，可能1、2年都没有时间。陆老板，咱们都是圈里人，虽然我不在中海，但你的事情我也略有耳闻。据我所知，你现在被封杀，恐怕是没有多少生意吧？陆小凤看向对方，没有开口。只要你跟我去了金陵，那里有大量的瓷器需要修复。金陵距离中海并不远，哪怕是开车过来，也用不了多长时间。如果梁老板真是有需要的话，完全可以送过来。不过梁老板对我的事情打听得那么清楚，想必也该知道我的报价很高。我相信1分钱1分货。梁老板，我觉得小峰说的很有道理，金陵距离中海并不远。如果真是有什么宝贝需要修复，你完全可以带过来。他毕竟刚开了店，不能因为跟着你去金陵就把这处店铺荒废。毕竟这里可是小峰以后几十年的事业。是我疏忽了，陆老板不愿意去金陵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不过陆老板既然答应了我，如果我带过来，你可一定要帮我修复。没问题。你为什么不愿意跟着去金陵？如果去了金陵，咱们也能够逛一逛。你对梁向前很了解吗？你知道他的底细吗？如果真是去了金陵，咱们人生地不熟，万一他逼迫我帮他造假呢？不会。我怀疑梁向前跟董世民有勾结。不可能吧？如果真有勾结，他为什么不把东西直接送到拍卖行，还要先把这些东西卖出去？这样操作多了一成，他们岂不是要少赚一大笔？为了安全起见，为什么不能少赚一笔？
沈子明愣住了，他看向陆小峰，满是惊讶。他发现陆小峰平时看着和善，不声不响，没想到竟然会有这样的玲珑心思。这种操作是非常有可能的，毕竟市民拍卖行想要避免风险，那就不能把梁向前暴露出去。如果是吴德兴他们几人把这批东西送过去，还可以说是打眼了。但是梁向前直接送出去一大批赝品，这不是明目张胆的作假吗？跟我走！你们都想到了这一层，难道我们这些老江湖会看不出来吗？大家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那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们？既然梁向前跟董世明是这样的合作关系，你不说出来，万一我们过去，岂不是羊入虎口？如果去金陵，你是不是要跟着过去？你跟着过去，是不是要跟我打招呼？那时候我再阻止你，来不来得及？小峰近期就把那幅画交给赵高寒，让他帮你在圈子里宣扬一番。董世明这个人阴险狡诈，你们得罪了他，梁向前只是其中一环，以后肯定还会有不少手段。接下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那些风花雪月之地要少去。真是老奸巨猾，咱们快点联系赵高寒吧。我还没挂我。赵高寒见到修复好的作品，惊喜到了极点，连声道好。沈子明在旁边插嘴，让赵高寒付了尾款100万元。走，勾栏听曲。唱完歌，大家心照不宣，带着姑娘一起出门。走到门口，突然听到熟悉的笑声传来。沈叔叔好。沈一鸣把怀里的姑娘朝外推了推，随即又搂了回来，冷哼一声，转身离开。陆小峰憋得难受，却又不好笑出来。今天的月亮真是圆。圆吗？你们不想上课了？没有，今天继续吧。我想跟你学修复，这样好了，以后我每天花1个半小时教你绘画，你教我修复，你们以后不必再交学费了。这不行，修复讲究的是耐心细致，真正的技巧并没有多少，绘画明显要难很多。我把方法传授给你，你回家自己练习就行了。你是老师还是我是老师？咱们听谁的？你不缺钱吗？我不缺钱，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名气，但是1幅画也能卖大几千块，只是我看不上，卖的很少。钱教授住在我家楼下，他邀请我来教课，我妈也劝我，我不好推辞。本以为开价1000块1个小时，你们会讲价，这样我转身就走。没想到你们答应的这么爽快。后来我觉得你们人品还算不错，也就多教了几天。陆小峰和沈子明两人面面相觑，他们两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，还觉得宁晚秋怕是遇到了什么难事，他们想要帮一帮。现在看来，事情跟他们想的不太一样。可以，今天我打算去市场上看一看，能不能买2样好东西。你终于想通了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咱们就应该多出去买点东西。听说两人要外出，宁晚秋很高兴，便跟着一起出去。难道一样都没有看中？吴德兴对我太警惕了，我只要拿起任何东西都会引起他的警觉，给我开出高价，你能明白吧？你是不是有什么发现？今天咱们什么都不买，回去之后我列一个单子，你安排人把这些东西都买回来。上一次捡漏，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听说了我的名字，再加上董世明的封杀，很多人都会防范我们。哦，明天晚上市民拍卖行有一场拍卖会，要不要过去看一看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宁晚秋听到他们说话，并没有插嘴，只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陆老板是帮我修复好了吗？3天后去找我。陆老板真是太客气了，这种小事给我打个电话就可以，何必亲自跑一趟？我们过来转一转，看一看黄叔叔店里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啊？陆老板，这条街上那么多店铺，何必挑我一家薅羊毛？咱们打个商量，你们去别家行不行？黄叔叔，您这可就不地道了，我们就是转一圈，您这才走宝一次，就吓成这个样子，你这是一招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！我以后还要在这条街上混，总要给我留点颜面。黄老板照顾我的生意，我也不是不讲情面的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店里的布置跟我上次看过的一样，黄老板没有上新东西。这些人真是鸡贼，好东西一样都不愿意拿出来。宁晚秋很失望，他本以为能够看到陆小峰和店铺老板激烈的交锋，没想到这么平淡就结束了。大家同属一条街，以后还是要见面的，总不好搞得太僵。这一次让沈子明安排人买完之后，我就不会在这条街上出手了，要不然这些老板要恨死我。你也不要着急，明天下午过来，你就能看到我们买回的宝物了。明天晚上的拍卖会我也想去看一看。安排。宁老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应该是对古董很感兴趣吧？女神的心思向来不简单，我打听了宁老师的事情，她好像对古董并不感兴趣，她只是钟情于作画。宁老师上大学以后就一直专注作画，从未转移过注意。那是因为他以前没有接触过古玩，现在他想要通过我们接触更多古画。你也看到了，他对古画很感兴趣。今晚一起去听曲，听你鬼哭狼嚎。好心叫你，别不识好歹。不好意思回家，不想面对。到底去不去？勾栏听曲是人生一大快事，今晚咱们换一家隐秘的，肯定不会让你尴尬。次日下午，好像有点不太对。哪里不对？
这些题字不对，感觉不像是八大山人的风格。八大山人名朱耷，朱元璋的后人，生活在明末清初。明亡后，他削发为僧，为了不屈服满清统治者，他表现得极为疯癫，这也体现在他的画作和书法上。这幅画右上角的题诗，字体看起来也是狂草，但却不够自然，行笔僵硬，更像是临摹而成。我就说嘛，你这次肯定是打眼了。是吗？这条鱼完全就是八大山人的风格，难道还能有错不成？如果说这幅画和题字并非是同一个人，这样是不是就能够解释通了？难道八大山人作画之后请别人来题诗，有这种可能吗？到此偏怜憔悴人，缘何花下两三旬？定昆明在鱼儿放，木勺要开金马春。这首诗却是八大山人的风格。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，有人对这幅画进行过修复，只是在修复的时候，那人的书法水平不足，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矛盾的局面？这位修复师的水平也太差了吧！题字写成这个样子，如果不是被陆小峰看出来，这幅画岂不是要被当作赝品了？你说的不错，这幅画的确是被老板当作赝品处理了，上午买回来。你猜一猜花了多少钱？多少？3万3000。八大山人的书画作品价格一直在涨，虽然不清楚具体价格，但是相比绝对不会低。八大山人的画一平尺大概300万左右，3000块变成300万，这跟抢银行有什么区别？我想转行。你是女神，画画多好啊，何必来跟我抢饭碗？况且你如果画好了，也会有这样的成就。宁晚秋微微摇头，没有多说。小峰，咱们是同班同学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那是没有办法，楼下还有4件瓷器，你随便挑1件带走。算了，我没有心情。今天一早我回家了一趟，老头子嫌弃我说我整天无所事事，想让我去博物馆当个临时工。他亲口告诉我，这份工作非常忙，经常会加班，但是工资不高。沈叔叔这是觉得你太闲，有劲没处使。上一次都劝你了，让你不要去那些风花雪月之地，你竟然还要跑过去，他不搞你搞谁？宁晚秋在一旁总感觉陆小峰话里有话，但他又不太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好久都没有见到陆叔叔，明天有空我去跟叔叔聊一聊你的近况。我看小青晚上的拍卖会你准备好了吗？没问题。董金明和董世民是什么关系？这是真的吗？自然是真的。这幅画是八大山人后期的作品，此时他的技法已经达成，画出了这幅画。陆小峰3人对视一眼，他们3人刚刚看过这幅画，怎么就出现在这里了？这幅画是5、6年前的临摹之作，如果只有短短5、6年，那么原作又是怎么流落出去，被当成了赝品？很多人看到这幅画都会喜欢上的，毕竟这是八大山人的巅峰之作。现在八大山人的画作价格那么高，如果是稍大一点，至少要大几百万起步，只有这幅画200万起步。如果真是喜欢，一定要趁早下手，到了拍卖现场直接叫出高价，震慑住其他人。陆小峰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。3人沉默地走出了拍卖行。早知道就不过来了，齐白石的画起步价10万，这摆明了是卖赝品，怎么会有人相信？像是这种拍卖行是怎么生存下来的？我实在是怀疑这家猫腻很多。那幅画是怎么回事？是临摹之作，应该就是临摹我手里那幅画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原作流落了出去，临摹的作品却登上了拍卖行，真是可笑。实在是太像了，感觉这幅画像是真的，你那幅倒像是假的，看了一圈。你有什么想法没有？你们想说什么直说，这是想要背着我交流？没有。哼。拍卖行里是有很多假画赝品，但是这并不足以把市民拍卖行搞倒，除非我们能够找到市民拍卖行制假造假的直接证据。但是你也看到了，董世民很聪明，做事情都要仿一手，即便是造假，也要通过梁向前过了一手，以便让人查不到他在幕后指使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先把市民拍卖行的名声搞臭，先从那幅画开始。你还记得那幅画在哪一家买的吗？咱们现在就开车过去，我找老板有事。青山居的老板姓许，许青山。许老板，这些都是谁的临摹之作？你管这是谁的作品？想买就买，不买就走人。许老板，我们可都是你的顾客，你这样把我们赶走，可不太好啊！不就是问了一句吗？何必生气？我不能告诉你们，为什么？我答应了他，一定要保密的。以这位大师的水平，即便是临摹之作，都已经让人佩服，想必他的画作应该更加完美。我之所以想要找许老板打听他的消息，就是觉得这位画家应该很值得投资。你想买他的画？像是我们这种年轻人，手上没有什么钱，现在很多画家的作品都已经高出天际，不是我们能够买得起的了。我想要投资几位有潜力的画家。从这位的临摹作品来看，他的功底极为深厚，以后一定能够扬名天下。许老板，你能否帮我引荐一下？不可能，我是不会说出去的。我们刚刚在市民拍卖行见到了他的作品，应该是临摹了一只小鱼，那幅画起拍价100万。市民拍卖行肯定是拿了他的临摹之作当成了真品拍卖，我觉得对这位画家来讲太不公平了，他的才华应该得到更多的发挥，而不是隐没起来。小伙子，你们过来不是想买画，就是想要跟我说这些。如果只有这些的话，那就到此为止吧。许老板，如果你什么时候想通了，想要告诉我的时候，可以给我打电话。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要赶回去参加拍卖会，看一看这幅画能够卖出什么价格。那些画都是那个老头自己临摹的。你怎么知道？长期拿
拿毛笔会在这只手指上留下茧子。老头的右手中指有很厚的茧子。玉指纤纤，百般的嫩，哪里有什么茧子？啊，哼！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了，应该就是他，只是他自己不愿意承认。我一直没有跟你们说，我那幅画不是许青山修复的，许青山的那些临摹作品都留下了一个标记。什么标记？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咱们尽快入场吧。你这种人说话说一半，我真是想打死你！宁老师，我去拉住他，你来动手怎么样？宁晚秋没有搭理沈子明，他跟着离开了。许老板为什么要过来？难道他跟董世明是合作关系？莫非这幅画就是他提供出来的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去找许青山的行为就是一大败笔。现在拍卖第23号作品《骑牛图》，你觉得如何？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研究，不太了解。起拍价12万，有没有出价的？拍卖师这句话重复了3遍，见到现场没有反应，正准备确认流拍时，好，46号出价12万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支顶是康熙年间的宫廷画家，专门为皇室作画，在当时这应该算是最为顶级的画家。23号加价2万，现在是14万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你难道没有看出23号是托？真是找死！这件流拍我们帮忙承接下来，竟然还敢加价！陆小凤早就注意到了23号，如果不是看好这幅画，他是绝对不可能继续加价的。没有陆小凤加价，现场再次沉寂下来，只剩下拍卖师的声音。第1次，第2次，加价1万。说罢，他看向23号的方向，没有说话。23号抬头看了陆小凤一眼，又迅速低下了头。这一次没有了加价，顺利成交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既然如此，下次遇到真品，你告诉我，我对于估价很有研究。如果价格不高，我就买下来。咱们也不贪心，赚个差价就行了。陆小凤看了沈子明一眼，笑着点头。他是不打算这样做的，实在是太麻烦。最重要的是，陆小凤看不上这点利润，像是他拿下的这幅骑牛图15万，至少能够卖出100万。这是事业的起步，我可不希望去博物馆上班。我手上的钱不多，咱们一人出一半，我来出力，赚钱平分。陆小凤张口想要拒绝，却被沈子明开口拦住了。接下来，场内众人就见到46号频繁出手，每次都在低价时加价，若是价格高时就不再加价。大家都把沈子明当成了拍卖行的托。这是八大山人的作品小鱼，虽然只有一条小鱼，但是栩栩如生，大片的留白，让人有无限想象的空间。这幅画还有八大山人的提示，非常难得。起拍价15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，请出价。拍卖价格几乎瞬间超过200万，接近300万。陆小凤回头看到许青山面上长得通红，挺直了腰板，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。咱们不该这么早就去找他，暴露了。陆小凤盯着许青山，略微皱眉，却不好多说。许久，八大山人的画作成交，价格高达367万。许青山听到这个报价，激动地站了起来。宁晚秋没有出手买画作，但是却很兴奋，能够见识到那么多作品，还能全程围观陆小凤2人做的事情，他就觉得很有意思。金经理，你难道就不怕我告发你们吗？那幅画是我的临摹之作，被你们卖出这样的高价，你就不考虑跟我合作？哼，老头子，你在威胁我吗？我告诉你，首先那幅画是别人委托我们拍卖的，跟拍卖行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如果想要去告发，那就请自便，我们可以跟你合作，但是合作模式却不是预付，你必须按照拍卖行的规矩，一步一步来，能不能卖出去，全靠你的运气。当然，我们也会帮你全力运作。本以为许青山跟市民拍卖行有合作，现在看来那幅画并非是许青山送过来的，只是许青山提出了什么条件，竟然让董金明拒绝了。金经理，你当我不清楚市民拍卖行的情况吗？你们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，我交给你们的画作，你们必须每幅画预付100万定金给我，要不然我就告发你们。老家伙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！许青山气呼呼地离开了。你清楚许青山的情况吗？我就知道这个老头很抠门，这么多年好像也没有赚多少钱。这些年正是古董交易的黄金年代，只要稍微有点眼光，都是能够赚钱的。他竟然没有赚到钱，这很不可思议。我跟许青山接触不多，他这人很古怪，也很难接触。你等我回家问一问情况，明天咱们再商量。好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停课1天，我要休息。可以，你先走，我们目送你上楼。丈母娘长得这么年轻，那是师祖。走，我送你回去。明天我一定要跟着陆叔叔喝酒，好好聊一聊你的事情。你的年纪不小了，该找女朋友，不要打宁老师的主意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内骚，憋着不说出来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就跟沈叔叔聊一聊你工作的事情吧。博物馆的工作就很好，至少每天没有时间出去胡搞瞎混，也不用去勾栏听曲什么的。我没带你吗？沈叔叔不会管我，我们见面也不会尴尬。你不是在学画画吗？怎么就练起了书法？你是想要修复那幅画？不错嘛，学得很像，有模有样的。
形似而神不似。如果现在修复，很有可能会被人家觉得这幅画是赝品，必须练得更好，我才敢动笔。对了，我已经打听清楚，许青山痴迷8大山人，这么多年来，他至少学到6、7成的功底。市民拍卖行已经不是第一次拍卖8大山人的作品了，那些应该都是许青山临摹的。难怪董金明会拒绝许青山的合作，难怪许青山会提出预付的要求。你觉得许青山下一步会怎么做？那就看他有没有血性了。许青山有一个儿子，到了婚娶的年龄，听说最近因为彩礼和婚房的事情闹得很僵。许青山干了这么多年，哪怕是临摹8大山人，也足以让他富裕起来，为什么连彩礼都出不起？这种事情谁能说得好？听说要了88万彩礼。陆小峰目瞪口呆，他随即想到了自己当初何尝不是掏空了父母的积蓄？既然他很缺钱，那么他跟对方合作的可能性更大。到现在都没给我打电话，接下来怕是不太可能打电话过来了。不管他了，说一说咱们的生意吧。我昨天没有过来，就是去跑这件事情了。你知道卖出去多少吗？多少？300万。我现在只出手了4幅画，手上还有2幅。如果全部出手，肯定在400万以上。这一次咱们发财了。陆小峰，我想通了，以后咱们就做这个生意了。能够在拍卖会上捡漏，不比到处乱跑强很多啊！市民拍卖行那么乱，不正是咱们的机会吗？你能确保每次都可以提前鉴定一遍吗？现在董世明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，又或者说他并没有注意到我们。如果知道我们在他的拍卖行捡漏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我们以后还能低价捡漏吗？一定要干掉董世明，他阻止我们发财。干掉他之后呢？市民拍卖行不存在了，咱们又该怎么捡漏？董金明和董世明是什么关系？他是董世明的堂弟，两人关系密切。这些年，董世明经常不在拍卖行，都是董金明处理拍卖行的事宜。不在拍卖行，这可不是一个正常的企业家应该做的事情。拍卖行有很多赝品是卖家送过来的，但应该有不少赝品是拍卖行自己找的。梁向前这里还知道变通一下，隔一层做好防护，恐怕很多赝品都没有这样的防护吧。市民拍卖行很有可能是一个造假售假的窝点。我们要不要再去见一见许青山？许青山这个人性格执拗偏激，我们恐怕是劝不动他的。况且他现在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你能够给他几百万让他解决困难吗？正常情况，他肯定是要选择跟拍卖行合作的。这是又拉来生意了。陆老板，你们为什么要跟董世明起冲突？现在很多人听说你的名字，都不愿意把书画瓷器拿过来修复。没事，快坐下来。董世明能够封杀我一时，难道还能封杀几十年不成？可是我拉不到生意，就要饿肚子了。你不是刚拿到提成吗？你就买了一件鼻烟壶，难道还买了很多东西？周叔叔，亏得你是孤身一人，买了这么多古董不肯出手。虽然穷困潦倒，至少没有什么负担。我可是听说青山居的那位老板，现在儿子要结婚，婚房彩礼要把他给压垮了。这就是我高明的地方，至少不牵连家人。我是痴迷收藏，又不是傻子。但许青山就是个傻子。据我所知，许青山这么多年来画了无数幅八大山人的画，但是他却从未见识过真品，真是可悲。听到这话，陆小峰和沈子明对视一眼，两人完全惊呆了。八大山人的作品真正放在他的面前，他竟然不认识。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临摹到现在的。不过想想也对，许青山不可能藏有八大山人的真品，如果有的话，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陆老板，东海这边是不行了，我想去姑苏和金陵看看，他们那边肯定缺少修复师，我在这2个地方都有熟人，可以帮忙介绍。没有问题。那个能不能先预支给我1万块钱？这一路要车费住宿都是要花钱的。可以给你预支，但是你从家里拿一件宝物压在我这里。我是预支工资，为什么还要抵押？按照咱们的约定，我每个月给你发2000块的交通通讯补贴，你的收入主要来源是提成，我现在没有拖欠你的提成，1万块相当于5个月补贴，我怎么预支给你？老周叔，你是什么想法？你觉得大家都看不出吗？你也应该知道，大家都想要照顾你。陆小峰每个月给你补贴，不就是想要用这笔钱让你有足够的生活保障吗？你现在预支这笔钱，恐怕没走出这条街就花完了吧？不可能。反正没人能够劝服你，我帮你们做主，先预支4000，2个月的补贴，你觉得如何？喜欢收藏没关系，但他这样太偏执了。这一天，宁晚秋没有过来，陆小峰交付了扎实标的云龙水影图。黄天威看着画作非常高兴，虽然价格高了一些，但是物有所值。陆老板，我帮你拿生意，你能不能给我提成？我可是听说了，周太华帮你拿生意，你要给他提成的。周太华的提成只有1%，你也愿意做吗？20万就有2000块的提成，我为什么不做呢？如果能够给你拿一个100万的单子，你岂不是要给我1万块？您还在乎这一点？你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我怎么就不在乎了？普通人一个月才能赚4、5千、6、7千，我可能只是跟老朋友做一做，把人拿到这里来，就能拿到这么多的提成，我为什么不做呢？陆小峰愣住了，算起来他毕业没有多长时间，他的同学很多找了工作，作为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，工资也才5、6千。陆小峰现在开口动辄数十万，卖出一件瓷器、书画都有数百万，以至于陆小峰产生错觉，觉得世界本该如此。现在看来却是他膨胀。如果没有右手的能力，我恐怕也是劳碌命，一辈子辛苦还房贷车贷。你这是怎么了？遇到什么难事了？没有，只是觉得现在就很好。我的伤好了很多，等完全好了，我就去工地
去工地做什么？你还想去搬砖？总是要工作的，不赚钱怎么能行？你还没有结婚，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再说，我和你妈总不可能坐吃山空吧？你先在家里待着，我来想办法。小峰，你真是天才，修复倒也罢了，那是天赋，但是鉴定却不简单。你竟然从那么多作品里挑出来的全都是真品，这实在让人吃惊。这批画作全部都出手了，卖了477万。既然是你们2个合作做生意，我就不抽成了，你们赚到的钱自己分。沈叔叔，这不合适。虽然我和沈子明合作，一开始就是冲着你的销售渠道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正常结算佣金。你如果不抽成，我们下次怎么好找你帮忙？既然是这样，这一次我抽8万块，不到总价的2%。以后如果你们有东西要出手，我都给这个价格。那就多谢沈叔叔了。陆小峰更喜欢明算账，不喜欢事事都依靠人情，毕竟人情越用越薄，算账却能够越来越亲厚。小峰，我想咨询你一个事情，想必子明也跟你提起过，我想安排他进博物馆，让他有更多的学习机会，但他想要跟你一起做生意，我就很犹豫。你们这一次的确是赚到钱了，但是这个生意不长久，如果去了博物馆，他以后能够有更高的成就。我跟在小峰身边，也能够学习知识。子明学习文物鉴定也有很多年了，基本的鉴定技巧常识他都很清楚。我觉得他想要提高水平，最好还是能够增进实践的机会，在市场中多锤炼。说得好，小峰，你是很有主见的，我相信你应该早有打算，但是没有跟子明提起过。你难道打算一辈子都要做修复？想法自然是有的。现在大家很喜欢复古瓷器，像是土豪展、建展都很受欢迎。当然，烧制这些瓷器的商家太多，已经不适合去做，但这是一个方向，一直没有找到更为合适的项目，所以才没有说出来。我看你除了吃什么都不想。小峰很有想法，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不错，有实施的可能性，你们可以做下去。子明可以不进入博物馆，但是你们一定要干正事，风花雪月的事情尽量少做。放心好了，我们一定不做。陆小峰看着沈子明跟他父亲这样对话，他陡然想到那一天，沈一鸣白天叮嘱他们，晚上父子就在会所门外见面了。这该不会是暗示吧？今晚活动取消，我们也没约活动啊。我本来是想要约你出去来着，他暗示那么明显，真是怕了他。老家伙这么大年纪了，竟然还喜欢勾栏听曲，难道他就不觉得难为情吗？你们父子没有任何差别。一共477万，盈利290万，每人到手145万，稍晚就到账。陆小峰这才明白为什么沈子明会说想要约他出去，两人分到大笔的利润，自然是要去快活一番。接连几天，宁晚秋都没有过来，陆小峰只好给他打了电话。你找谁？您好，我找宁晚秋，宁老师。宁晚秋不是老师，你找错人了。阿姨你好，宁老师之前教我学画，好几天都没有过来了，我想问一问情况，他没有什么问题吧？你如果是他的男朋友，那就过来一趟；如果不是，那就免谈。这是好机会呀，英雄救美，宁老师很有可能被绑架了。他被自己的母亲绑架，肯定是咱们上次送他回去引起了误会，咱们一起过去。不要拉着我，宁老师分明觉得我是菜鸟，平时都不愿正眼看我，我才不过去。站在楼下，陆小峰很迟疑。我不是她男朋友，这时候过去合适吗？但是绘画只教了一半，现在还没有学成，怎么能够轻易放弃？当然，宁晚秋穿着旗袍的样子实在是赏心悦目，陆小峰想经常见到。阿姨，您家在几楼？我家在3楼。哎，陆小峰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小伙子，我已经看到你了，你上楼吧，我们住在301。陆小峰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让他过来的。妈，你怎么有他的联系方式？宁老师几天都没有过去，我就打电话问一问情况。这些天你没事吧？宁晚秋看着两人，感觉到莫名其妙，但他已经隐隐猜到，肯定是母亲接了电话。现在不是开学了吗？这些天我回学校忙了。陆小峰是吧？上次是不是你开车送晚秋回来的？是的。那天实在是太晚了，晚秋是个女孩子，从未在外面待到那么晚。你们年轻人一起出去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是一定要注意时间，更要注意尺度。妈，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了吗？当时我们参加了市民拍卖行的一场拍卖会，小峰他们买了几幅画，因为付款签合同，所以才晚了。当时我不是一直都给你发信息的吗？你也一直清楚我的行踪，为什么还要把陆小峰叫过来质问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好。行了，这里没有你的事情了，晚点我过去找你，你先回去。下了楼，陆小峰感觉莫名其妙，但他明白这个丈母娘恐怕不好打交道。你跟我母亲说了什么？什么都没说，我就说你好多天没有来，我打电话问一问情况，然后阿姨就让我过去。陆小峰故意隐瞒了男朋友这个事情，他猜测宁晚秋的母亲应该不会跟他说出来。我妈这个人早年丧夫，性格有些孤僻，我们母女相依为命这么多年，她对我看护得很紧。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刚好出去扔垃圾，以后打电话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挂断。难怪当时急着挂断，因为我也开始上课了，接下来会很忙，所以我们
们的课程只有周末才能上了。我跟老师提起修复古画的事情，他不赞成我继续下去。我也不赞成，你有绘画的天分，那就应该多画画。宁晚秋交代了几句，匆匆转身离开了。好消息，大好消息啊！能有什么好消息？许青山刚才去了我家店里，找我父亲打听你的情况。我父亲试探了一下，市民拍卖行拒绝跟许青山合作，还想要用每幅画3万块的价格收购许青山手里的画。许青山断然拒绝，他觉得自己画能够拍出300万的价格，凭什么3万就卖出去？3万一幅画，他都不愿意。显然，经历了拍卖会，许青山膨胀了，他觉得自己能够赚得更多，赚得更轻松。如果真是把临摹作品当成真品卖出去，这肯定是有风险的，远不如躲在幕后赚钱轻松。像是许青山这种人，你不能用正常思维来揣度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守着宝藏不自知，现在一朝顿悟，当然觉得自己要发财了。我们现在要商量一下，如果许青山真是找上门来，咱们该怎么跟他合作？让他去揭穿市民拍卖行的真面目，还是说让他继续绘制8大山人的赝品？咱们来操作。看来许青山现在的状态已经有点危险了，他被市民拍卖行拒绝，很有可能已经疯魔了。想要跟他合作，很有可能会引火烧身。我们不能跟他合作。如果他找上门来，那就拒绝他。我们跟他没有任何利益冲突，就算是拒绝他，他也不会记恨我们，反而可能去找市民拍卖行的麻烦。这些年，许青山应该也卖出了不少8大山人的赝品出去，像他这样的人不值得同情。董世明向来心狠手辣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会不会让许青山太过危险？难道董世明还能动手不成？既然咱们与董世明关系已经僵持到了这一步，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尽快扳倒他才行。许青山的安全问题，我们要做好准备，确保他不会受到伤害。当天晚上，许青山偷偷找到陆小凤，董世明封杀你了。这件事情几乎人尽皆知，你才得到消息。之前你到了我店里，想要问我那些临摹8大山人的画家是谁，你现在还想知道吗？已经不想知道了。我临摹8大山人的画已经有数十年了，这些年我越发痴迷，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事到如今，我就不再隐瞒，拍卖会上的那幅画正是出自我手。许老板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，我当时也在现场的。那幅画拍卖价格达到367万，如果真是赝品的话，那真是太可怕了。陆老板，你是做文物修复的，如果你把那幅画揭开，你就能够看到一串数字，那是我所写的编号。我临摹了很多8大山人的作品，每一幅画都用铅笔做了标记，因为这些画都是我自己装裱的，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那幅画就是赝品。陆小凤没有开口，他当然清楚许青山所做的标记，因为他看到那幅画的编号是103号，甚至可能连许青山自己都忘记了编号。许老板，你把这些都告诉我，是想要怎么办？市民拍卖行已经把我封杀了，我就算是想要帮你，恐怕也不容易。你想要怎么做？我可以给画装裱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完整把一幅画揭开。我想要请你帮忙揭画，我找到那个买家，我们一起在电视节目上验证这件事情。我要告诉所有人，市民拍卖行拍出的画作是赝品，市民拍卖行就是个赝品集中地，不值得花钱买。这是要鱼死网破啊！市民拍卖行只是没有答应他的条件罢了，这就要拼命了。董金明跟我说，如果我能把这件事情爆料出去，他就会花300万买我的画。以市民拍卖行的公关能力，完全能够让许青山没有办法曝光出去。许老板，你的画临摹得非常好，正常情况下也能卖出不错的价格，可是你为什么还要那么执着？拍卖会上你临摹的作品已经卖出了300多万，又何必再纠结？那幅画能够卖出价格，因为市民拍卖行把它当成8大山人的真品才会如此。可我不愿意，如果我的画作能够卖出300万，那才是真正有所成。电视台已经联系好了吗？拍下赝品的买家也找到了吗？我现在还没有拿到资料，你这边能不能拿到买家的资料？陆小凤满是无奈，他本以为许青山已经把所有事情都搞定了，没想到对方竟然只是随口一说，什么都没有准备。你等我确定了再告诉你。许青山没有再多说，鬼鬼祟祟的离开了。当天晚上，陆小凤给沈子明打了电话，跟他吐槽这件事情。老许真是异想天开，他的脑袋里到底是啥意思？他以为自己画了那么多年，他的画就能卖出高价了。你能不能拿到买家的身份名单？你当真想要跟他一起合作？我感觉跟他合作很有可能会被带到坑里去。合不合作另外说，买家花了那么多钱买下那幅画，应该不会是一般人吧？你这样说起来，咱们就要认真了。我明天花钱去买名单。花了多少钱？回头告诉我。能花多少？放心好了，你就等我消息吧。对了，明天有人去你店里，请你修复一幅画，你专心在店里等候，接待好人家。难道沈子明帮我介绍生意了？子明说你想要找我修复一幅画，这幅画很珍贵，你确定自己有这样的水平？叶同学，你如果觉得对我没有信心，你可以去找别人啊。这幅画已经成了这个样子，想要恢复本来的面目是非常困难的。你那里有没有此人的照片给我做参考？这张照片上的人与叶青音眉眼极为相似，他又执意修复这幅画，这应该是叶青音母亲的画像。这幅画修复难度很大，多少钱？不是钱的问题，这幅画模糊的太厉害，画纸上的颜色已经完全混淆了，想要修复难度实在太大了。如果你实在想要这幅画，可以重新画一幅。修复的难度大，那就是说你能够修复？
修复这幅画花费的时间太长了，如果是修复的话，我不会接单。多少钱？你说一个价。真不是钱的问题，如果修复这幅画，我可能要花1年2年时间，这对我来讲时间成本太高了。1000W。难道你以为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？2000。陆小峰难免心动，但他仍旧摇头。他相信自己1年时间一定能够赚到2000W，但是如果捆绑在这幅画上，他不愿意。3000W。我可以帮你完成构图、设色，让这幅画重现。既然叶家有钱，你完全可以成立一个实验室，专门用来研究颜料修复这幅画。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做研究，他们肯定能够更快的把这幅画所有的颜色都修复回来。这样一来，不也修复了吗？3000W 交给你，你帮我成立这个实验室。我没有时间，你们叶家的专业人士那么多，你交代出去就行了。这幅画放在我这里，你把照片用手机发给我，等我画好原图再交给你。接下来根据我画出的原图，利用计算机把这幅画分成无数个小格子，每一个小格子修复出来，最终与我画出来的效果一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这就安排。陆小峰能够感受到叶青衣非常急，直接转账1000W，但是陆小峰却不能全部收下来，这个价格太高了。他给叶青衣打电话，提出想要退还一部分。你先把这幅画还原了，如果你能够还原的好，就算是不值1000W，那也值这个价。当然，如果你还原的效果不能让我满意，你就退款吧。陆小峰满是无奈。其实以陆小峰的情况，他完全没有必要找叶青衣要照片，但是如果没有照片，他就画出了画中人，这就太假了，感觉少了几分情谊。一幅画想要表现出情意绵绵，这不是仅仅依靠画技就能表达出来的，必须要有创作者本人的感情投入。我就在这里等你跨上月海，踏着云烟来。心中有情，画中有意。什么情况？名单拿到了，我约了明天上午，咱们3方会面。这么快？只要大把撒米，还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？市民拍卖行也不是铁板一块，真正发财的只有老板，下面的员工连一口汤都喝不到，他们甚至被蒙在鼓里，哪里会管那么多？周叔叔让你亲自跑一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子明，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这幅画怎么会是赝品？沈子明的口才很好，很快就把整件事情解释了一通。我相信你们，也可以给你们授权委托鉴定，但是这件事情我不会出面，事后你们要帮我拿回赔偿。好。电视台打来电话，不愿意做这一期节目。难道他们连一点正义感都没有了吗？我们揭穿市民拍卖行的阴谋，这是一件大好事。他们为什么不愿意？凭什么不愿意？人家凭什么要这样做？市民拍卖行每年能够给电视台投放广告，你能花钱投放广告吗？既然是这样，我就带着这件画作去鉴宝节目组。我还不相信了，这世上难道就没有正义了吗？你即便是过去了，人家帮你鉴定完毕，能不能播出？播出时会不会把市民拍卖行的名字曝光出来？这都是问题。陆小峰和沈子明的目标是想要掀翻市民拍卖行，甚至把董世明送进去，他们绝对不会满意，只是偷袭市民拍卖行一把。这个方向还要继续努力，我再想一想办法，从其他方向入手。不管从哪个方面入手，对咱们来讲都会有很大的困难。陆老板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梁老板在不在中海？陆老板召唤一声，我现在就坐车赶过去，今晚就能抵达。咱们明天一早见面。好。陆小峰有些诧异，没想到梁向前竟然这么急切。许青山没有董世明直接犯罪的证据，梁向前就不一定了。陆老板，你找我有事？之前梁老板说是要带着需要修复的瓷器书画过来，怎么一直没有消息？陆老板是不知道，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，哪里有时间过来？这一次陆老板召唤，如果不是因为刚好忙完一个段落，我恐怕还是没有时间的。梁老板最近在忙什么？又要出一批货？梁老板，你觉得我这个人如何？陆老板年轻有为，又精通修复技艺，以后前途无量。我知道陆老板肯定看不上我的生意，毕竟我的生意上不得台面，以后甚至可能被一锅端。我是看不上你的生意，我是看不上你的生意。梁向前面色大变，他自己承认是一回事，陆小峰这样说，还是让他心里接受不了。梁老板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洗白吗？以你的年纪，想必儿女也不小了，应该有10多岁了吧？我做梦都想，我有一双儿女，如今都在上中学，我都不敢想，如果我被抓了，他们该怎么办？你主要做青铜器。陆老板，这些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我不可能说出来。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，你与董世明有矛盾，你猜测他在我这里有股份，你想要通过我这里抓住董世明的把柄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但是会把梁老板牵扯进去，我就打算放弃了。梁老板千里迢迢赶过来，这份情谊让人感动，我自然不能把梁老板坑进去。既然是把梁老板请过来，我是想要拉你一把，帮你洗白。陆老板有心了，我这里就有一个2000W 的项目，你愿不愿意接手？当真？当真，我愿意接下这个项目。陆老板，你可不要骗我。陆小峰直接给叶青衣打电话，他立即答应了下来，紧接着又给沈子明打了电话。如此一来，3人共同成立一家公司开发这个项目。如果处置得当，这个项目至少有1000W 的利润。梁老板不是做青铜器的吗？咱们完全可以高仿青铜器出口啊！沈老板，你可能对这一行了解的太少，仿古青铜器出口的生意早就有人做了，而且规模不小。豫省就有一个村子，几乎所有人都在做高仿。我们现在入场已经太晚了，能不能赚钱
钱都够呛，销售也是很大的问题。既然是这样，咱们先做好手头的项目，至于后面做什么，我们边做边找。陆老板这么有诚意，我回去就把那个生意尽快停掉。据我所知，董世明还有一处窝点，专门用作仿制名家字画。这处窝点很隐蔽，藏在金陵，是一家正规的画廊。董世明经常会出现在金陵，他在那里安了家。他在金陵安家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董世明的孩子不是很大了吗？难道离婚之后又娶了？呵呵，男人嘛。董文杰的母亲在哪里？董文杰跟着董世明长大的，跟他母亲关系一般，我没怎么在意。咱们前往金陵走一趟，去看一看那家画廊，我相信一定会有马脚露出来。给董文杰的母亲寄一份视频。说到一半，陆小凤犹豫了起来，因为这实在是太过残忍。董文杰的母亲与此事无关，如果他真是爱护儿子，肯定是要为董文杰翻案。这件事情我来做，不管怎么样，董世明让咱们不好过，咱们也不能让他好过了。听说这里收画，我想卖这幅画。你这是高仿，我们这里不收高仿作品。你们一直都是收高仿的，谁告诉你们的？赵经理，我们慕名而来，一回生二回熟，以后还有很多次合作的机会，你就给开个价吧。这幅画仿了清朝画家查士标的《云容水影图》，只有印章没有盖上去，我怕印章做的不对就没有做。到底是谁告诉你的？按理来讲，我们是不收高仿的。你这幅画很不错，我私人开价收走3000块。这个价格太低了，都不够我的笔墨成本。你也看到了，这张纸是清朝老纸，临摹这幅画的成本很高，你总不能让我赔本吧？6000不能再高了。陆小凤犹豫了许久，磨磨蹭蹭答应了下来。双方现金交易，直接付款，没有留下任何的字据。没有留下字据，想要拿到证据那就困难了。不过对方收走了这幅仿品，至少说明一个问题：梁向前没有骗咱们，这家画廊真有问题。拍卖行员工都没有参与到造假产业链中，因此容易收买。但是画廊真正核心参与的员工就难以收买了，像是赵栋梁，肯定是董世明的心腹。只要对赵栋梁有任何的暗示，董世明很有可能就会接到预警。我们明明都已经摸到了董世明的脉门，为什么就是拿他没有办法？他的造假链已经很清晰了，卖临摹的假画，委托别人造假玉器、青铜器，肯定还造假瓷器。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肯定还有咱们没有调查清楚的。这么多年来，那么多买家买到假货，难道他们就没有投诉举报过吗？为什么市民拍卖行就是没有倒闭？我们去举报试一试。不能打草惊蛇，再等一等。那个视频你寄出去了没有？已经寄出去了，我特意隐藏了一番，保证找不到咱们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潜伏在金陵寻找更多的证据吗？陆小凤和沈子明打算跟踪董世明，摸清楚对方的行踪。不过第一天行动，他们就被发现，甚至直接被对方甩开。两人果断放弃了这个计划。次日，沈子明把陆小凤拉到了朝天宫过完市场。这个怎么卖？这个怎么卖？小兄弟真有眼光，这是明代永乐年仿制的歌谣八方挂耳壶。小兄弟能够看中这件瓷器，肯定是个懂行的。这件挂耳壶80万，您带走。800块。您这可不是谈价，直接给我抹了3个0。这样好了，我给你便宜一点，60万怎么样？宋代歌谣瓷器大部分都集中在故宫，全世界不超过300件。真正的宋代歌谣瓷器肯定要1000万以上的。这件是明代永乐年间仿制的，价值同样不菲。老板，我们就不要耽误时间了，2000块我带走。小兄弟一看就跟我一样，咱们都是急性子，没有办法耐心讲价钱。这样好了，我也不跟你漫天要价，你如果给3万，你就带走；如果低于这个数字，你也别谈了。可以。兄弟豪气。这件买下来了，多少钱？3万。你真是疯了！你如果不会谈价钱的话，直接告诉我啊！我还想着咱们是不是一起买，这样还能便宜一些。没事，分开买也是一样的，老板肯定会给你一个折扣价格。小兄弟说的没错，你们放心好了，在我这里买东西，我不可能骗你们的。清代雍正年制观音瓶，帮我看一看。青金蓝釉的瓷器可不多见，不得不说，沈子明还是很有眼光的。他拿到的这一件正是雍正年制的真品。沈子明很相信陆小凤，他转身跟老板讲价。相比于陆小凤的讲价技巧，两人压根就不是一个级别，也没注意沈子明说了几句，他们就以6000块的价格成交了。老板怎么称呼？大家都称呼我陈大耳。两位小兄弟以后可要经常过来照顾我的生意呀。陈老板放心好了，我们不仅照顾你的生意，还会帮你扬名。好说好说。你确定这是真品？我感觉这件观音瓶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不敢完全确定。现在仿品做的跟真的一样，很难分清楚。我确定。咱们晚上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？我请客，勾栏听曲。陆小凤两人去了附近的银行，各自租了一个保管箱。万一都是赝品，咱们这样做岂不是闹了笑话？我给你加个0，你把那件观音瓶卖给我。你小子不厚道，不讲武德！我都打算晚上请你勾栏听曲了，你竟然还想要算计我？我是差那几万块的人吗？那你还担心什么？租保管箱花了几百块钱，还是租了1年？你觉得你付出了多少成本？你小心，一吻便顛倒眾生，一吻便教一個人給你。
唱的什么鬼东西？你知不知道？你已经打扰了我们的雅兴，让我们没有心思唱歌。分明是找茬。昨天跟踪董世民跟丢了，对方应该是跟着车牌号找到了这里。一群人没有进来就开打，显然是想要制造争端，形成大家互殴的结果。最终哪怕是双方受伤，也不会有什么刑罚。我们唱的也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就不唱了。这就不唱了？两个小杆子，你觉得你影响到我们，现在不唱就行了吗？我们兄弟虽然是外地人，但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最后我来，我不能让兄弟一个人冒险。小杆子，外地人，告诉你们背后的主子，这种歪门邪道要少走。真扫兴！董世明不当人子扫了咱们的兴致，幸亏他们这时候过来，如果是办事的时候过来，老子岂不是要尾了？如果包厢里没有洗手间，他们就可以个个击破。接下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他们应该是通过车牌号找到这里的，这辆车不能开了，你把钥匙放上去，让租车公司自己来取，押金就不要了，给他们当路费。次日一早，董文杰的母亲去报案了，她向警方提供了证据，现在董文杰的案子要重新调查了。我们现在就走，吃了早饭再走呗。吃什么吃？我们要防止董世民狗急跳墙。之前我怎么没有想过这个方法呢？还是你聪明一点，这么损的主意也只有你能想得出来。陆小凤皱眉并没有多说，他很早就想过这个主意，但是他觉得这个方法会伤害到董文杰的母亲。不管怎么样，董文杰的母亲都是无辜的，但如今董世民封杀，令梁向前埋伏算计，他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单手把200斤的胖子提起来，折断不锈钢的勺子，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，你这是有多大的力量啊？陆小凤摇头，他只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大，具体有多强他自己都不清楚。你且在这里等候，我去洗手间。老板让我问你，那个匿名信是你寄出去的吗？不是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董世民马上就要进去了，你们还要给他卖命吗？还有你，真是自投罗。你还不够资格来对付我，下次让董世民亲自过来。记住，我叫沈子明，想打架尽管来找我。你们真是差点吓死我！我本以为董世明不会给你们找到把柄，顶多把你们暴打一顿也就算了，没想到你们竟然把视频寄给了他前妻，这一招釜底抽薪真是高啊！我们这叫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哪里像你们这些老家伙畏首畏尾的？老沈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已经落伍了，抓紧时间退休，把店里的生意交给我，我一定能做得比你好。你们还真是初生牛犊！董世明是怎么发家的？你们知道吗？当初他可是靠着刀口舔血一路杀出来的，能够维持那么多年，你们以为他会是简单人物吗？何况他手里还有枪，如果早一天案发，你们很有可能永远留在金陵了。知道后怕了吧？反正他都要进去了，咱们这几天安生一点。我让许青山联系电视台，只要董世明一倒台，肯定会墙倒众人推。接下来2天，陆小凤都没有外出，明晚就打算去找他，都被谢绝了。直到第3天，董世明逃了，最近几天一定不要外出，这人心狠手辣，很有可能会找我们报复。我会在家里继续宅着，等你的消息。放心好了，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，我也很急切，想要出去走一走，待在家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我现在很想回金陵，我想把我的瓷器带回来，让老沈大吃一惊。我还好，没有感觉到无聊，我在家里写字画画，感觉蛮好的。陆小凤这些天在网上找了一部甜甜的电影，看得他感觉有点腻，接着把叶青衣的那幅画复原了出来。陆小凤，是不是你？是我。你跑哪里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给你打了100多个电话，你都没有接，真是吓死我了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董文杰的母亲死了，梁向前也死了。这2人显然是被董世民所杀。董世民为了复仇，真是不择手段。但是他怎么知道梁向前背叛了他？董世民呢？董世民也死掉了，一切尘埃落定。我已经到你家楼下了。好，我马上下楼。董世民竟然疯狂到这种地步，他先去杀了前妻，然后给梁向前打了电话，也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。梁向前同意见面，直接被董世民开枪打死，逃跑的过程中被击毙。这件事情影响太过恶劣，上面已经命令严查了。陆小凤皱眉，他感觉很愧疚。你不要难过，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董世民实在是丧心病狂，一个是他的前妻，哪怕是举报他，也是为了他们的儿子董文杰。虎毒尚不食子，董世民敢让他的儿子替他坐牢，就应该想到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。梁向前真是可惜了，咱们的公司才刚刚注册完成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泄露了梁向前跟咱们合作的事情？应该不只是这个原因，很有可能是因为梁向前主动向董世民提出想要退出，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上，董世民难免会多想一些，最终引发了双方之间的矛盾，以至于董世民拼着被抓的风险，仍旧要杀掉梁向前。董世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既然来到了中海，就应该明白接下来不可能逃离了，为什么还要在临死之前铲除梁向前？梁向前到底是知道什么秘密，以至于让董世民要杀人灭口？董世民是白手套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背后的那人会不会出手？董世民已经死掉了，如果是聪明人的话，这时候肯定是要收手斩断一切联系。我觉得董世民这时候之所以要杀掉梁向前，就是因为梁向前可能知道董世民背后那人的身份，才会在临死前这样做。幕后之人咱们是查不到的，只能等以后再看了。接下来要考虑善后的事情。
你是怎么考虑的？咱们是跟梁向前签订了合同，现在资金到账，他的那一份该怎么办？那一份不要动，等这件事情做成之后，咱们就把公司账面上的资金清理一次，把公司注销掉，重新注册一家公司，该给梁向前的绝对不少他一份。沈子明看向陆小峰，没有开口反驳，他很清楚陆小峰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求一份心安，因此存了补偿的心思。我看不如趁着公司还没有运作，直接把公司注销掉，重新成立一家公司，咱们两个出300W 买下梁向前的股份。我们两个出300W 买下梁向前的股份，现在公司还没有运作起来，一切都好操作。如果真是把正在运作的公司注销掉，恐怕会有很多麻烦。这样也好，你没有资金压力吧？有老沈在，像是这种正事，他会很乐意借钱给我的。陆小峰点了点头，董文杰母亲遇害的事情还是让他于心不安。你是不是对市民拍卖行有想法？陆小峰看向对方，满是诧异，他从未表露过这样的心思，实在想不到沈子明怎么看出来的。如果董世明真是白手套，我拿下了拍卖行，很显然这是告诉别人董世明就是我搞死的，我没有那么傻。我只是有点念头，早就放弃了。况且我现在手头上的钱也不足以盘下一家拍卖行。你能这样想，真是太好了。咱们什么时候前往金陵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老沈不相信我的话，我要把宝路带回来打他的脸。过几天吧，梁向前不在了，但是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，你需要把他没完成的事情做好。招兵买马和注销公司的事情交给你来办，我先把雇主搞定，一切就顺利了。你要搞定叶青音，虽然我一直称呼她女神，也曾经对她有那么一丝幻想，但我早就放弃了。你如果真是有想法的话，我支持你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搞定他。咱们下半辈子就不愁了。陆小峰满是无奈，不再解释。显然沈子明就是故意的。董文杰会怎么处理？伪证罪应该也要几年吧？陆小峰点了点头，不再多说。次日，陆小峰约见了叶青衣。见到画作后，叶青衣愣住，他盯着这幅作品，神情呆滞。好一会儿，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。这幅画跟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模一样，多谢陆老板，多谢。你满意就好。我需要把这幅画带给我父亲看一看，不知道是不是方便？当然可以。上了车子，叶青衣难掩心中激动，他抱着盒子痛哭不已。当初他把水泼在这幅画上，导致母亲唯一一张画像被毁，这让他后悔了10年。这10年，每一次看到这幅画，他都充满了悔恨。尽管父亲对他很好，但他仍旧能够感受到父亲心中的遗憾。父亲经常拿出被泼毁的画像发呆，沉默不语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青音，你先出去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叶青衣双目通红，他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出去，带上了房门。房间里陡然传来一声哭嚎，叶青衣被吓了一跳，他转身看向书房的房门，再次泪流满面。当初父亲生意失意，濒临破产，沉溺于这幅画不可自拔。叶青衣为了唤醒父亲，用水泼了这幅画。他没有想到这个举动会给他们父女两人带来那么大的伤痛。次日，叶半城看着叶青衣问道：“有这幅画就可以了，我画的那幅不用再修复了。”叶青衣愣了一下，他连忙把自己跟陆小峰的协议说了一遍。不必了，这幅画就很好。对了，这是谁画出来的？国内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的大画家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幅画就是陆小峰复原的。什么时候有空我去看一看他，向他表达谢意。我已经给了他1000W，这已经很多了。这跟钱没有关系，能够看得出来人家很用心，这要花很久的时间吧。算了，既然你已经付款了，那就交给他修复吧。董世明的事情敲定，龚同志听说了黄欣欣的事情，主动帮忙联系检察机关介入，帮助黄欣欣拿到应有的赔偿款。如果黄欣欣能治好，换一座城市生活，有了这笔钱也算有了保障。陆小峰又联系了祝婷婷，如今董世明已死，董文杰被抓，祝家人能够正大光明要求赔偿。许青山如愿以偿登上了电视节目，电视节目播出后，市民拍卖行立即就遭到了查封，经理董金明被带走。与此同时，远在金陵的画廊也被当地警方查获，一切都在收网。转眼又到了周六，陆小峰特意把自己的时间空了出来，他要听宁晚秋讲课。这一节课，宁晚秋给陆小峰讲国画中的人物画。最近有没有什么得意之作，拿出来看一看？陆小峰把他复原的叶青衣母亲画像放到了宁晚秋的面前，他盯着画像看了许久都没有开口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开店都那么久了，我们也没来看过，这次过来看一看。陆小峰，你给我过来！陆小峰，你给我过来！小峰，你快上去吧，不用管我们坐一会就走。如果有心的话，把姑娘叫下来让我们看一眼，我们就当作不认识你，绝对不会让你们感觉到尴尬的。你们误会了，楼上是宁老师，他是教我绘画的。没事，我们相信你。这姑娘声音那么好听，肯定很漂亮吧？行了，你就不必管我们了，抓紧上楼去。对，就当我们透明，我们什么时候过来都是一样的。宁晚秋盯着陆小峰，一直在打量着他，好像他脸上有东西一样。宁老师怎么了？这幅画真是你画出来的？是我复原的。这幅画之前就是这样的水平，原作者很满意，觉得我完美复原了这幅画。之前我为了复原这幅画，还给你打了电话，问你怎么才能画出人物的情谊。你告诉我，心中有情，画中有意。哎，因为这8个字，你就画出了情谊？
画中姑娘眼中满是柔情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画出来的。宁晚秋实在是太惊讶了，要知道之前修复仕女图的时候，还是他帮忙修复的，那时候陆小凤无法描绘出空虚无聊的状态。这才过去多久，陆小凤竟然已经在画中注入了情意，简直就是天才！我辛辛苦苦给你讲了2个多小时的人物画，顿时感觉功夫都白费了。我看了一部电影，酝酿了感情就画出来了。这个姑娘看起来很年轻，是你女朋友？别瞎说，是一个同学的母亲，早就过世了，她花了大价钱请我修复。陆小凤，你的天赋真的很好，我把你介绍给我的老师吧，以后你也不要称呼我宁老师，你称呼我师姐就行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沈子明岂不是成了我师侄？啊，今天就这样吧，你已经出师了，我以后也不会过来了。山水画还没有学呢，还有花鸟画我还没有出师。你已经出师了。陆小凤无奈，不太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对方，他连忙跟了过去。下了楼，宁晚秋面无表情，但是抬头看到张素一和陆嘉诚，他稍稍一怔。是陆叔叔和阿姨吗？是啊，是的。叔叔阿姨过来，小凤也没有告诉我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是我们不让小凤说的，没关系。陆叔叔阿姨实在对不住，我还有急事要处理，咱们改天再聊。没事，你去忙。宁晚秋笑了笑，转身离开了。陆小凤下楼看到这一幕，他感觉宁晚秋有点怪，但宁晚秋能够跟他父母打招呼，这是礼貌的表现，也没有什么。爸妈，你们帮我看着店铺，我去送一送你老师。放心，这里交给我。陆小凤实在搞不明白宁晚秋为什么会生出火气来，毕竟他也没有得罪对方啊。阿姨为什么不让你说出他们的身份？你是怎么猜到的？沈子明曾经提到过陆叔叔受伤的事情，他又跟你有几分相似，我怎么就猜不到了？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他们误解了我们的关系，怕你尴尬。我比你大2岁，你愿意，我还不同意呢。为什么？把那幅画的照片传给我，我帮你问一问老师，要不要收下你这个弟子。陆小凤把宁晚秋要给自己介绍老师的事情告诉了沈子明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你岂不是成为我师叔了？对啊，我也是这样说的。小凤，我发现你跟我去高兰厅去好几次，但你还是没有学到精髓。今天晚上你请客，让我这个老司机带带你，让你明白女人的心思有多深。你答应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安排。难道你没有听明白这句话的潜台词吗？宁晚秋是你的老师，你如果跟他在一起，是不是隔了一层？是不是终究感觉到心里有点膈应？没感觉。你不在乎，人家在乎啊！现在宁晚秋愿意把他的老师介绍给你，就是要摆脱这个身份限制，扫清这个障碍，真是有情有义。可惜了，宁老师是我的女神，现在竟然心有所属，我心已死，今晚一定要听取。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陆小凤没有搭理沈子明，他感觉对方完全就是想多了。宁老师是因为爱财才会这样做的。陆小凤对自身有清楚的认知，帮我找一个店员，最好是懂行的。还记得当初卖给你车子的潇潇吗？他最近失业了，我觉得像是他这样的销售就很合适。这么一个大美女坐镇店里，能帮你拉来多少生意啊？你这是什么眼神？你该不会是跟他有一腿吧？想要善后，却把他安置到我这里来，这是几个意思？继续纠缠不清，还是想要养起来？瞎说！我是这种人吗？老子还没有动手呢，这是留给你的。如果我真是上手了，就绝对不会把他安排到你身边，也不可能让他出现在我身边，你就放心好了。我之前考虑过祝婷婷，但最终放弃了，把这个女人放在身边，以后还怎么找女朋友？这倒也是，要不然找个男店员。只是这样一来，一点都不赏心悦目，你可能都不愿意待在店里。暂且搁置吧。当晚，沈子明拉住陆小凤去快活了。次日，陆小凤回到家里，我和你爸都很满意，加油。小峰，我感觉你跟宁老师好像也没有好到那种程度吧？你昨天晚上去哪里过夜去了？该不会出去瞎搞胡混了吧？昨晚加班了，我要跟沈子明一起去金陵一趟，我连夜把手上的事情处理了一下，毕竟这一次去金陵也要3、4天时间。你要注意身体，不要太拼了，赚钱多少无所谓，只要咱们一家平平安安就好了。看来下一次要想一个好点的借口。次日，陆小凤3人开车前往金陵，他们打算把梁向前的300万送给他的家人。沈一鸣则是前往金陵会友，并参加一个瓷器交流会。这一次我听你们的话，如果你们2人的瓷器出问题，我的老脸可就丢尽了。当然，如果都是真品，我就出风头了。没关系，老脸丢尽就丢尽吧。你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抓紧退休，把古玩店继承给我，我保证把古玩店管理好。孽畜，不孝子！您可千万别生气，万一气出个好歹来，我可就真继承了。沈一鸣冷哼一声，憋着一口气，却无法发泄，因为沈子明在开车，他不可能去打沈子明一顿。走，咱们出去。你的精力怎么这么旺盛？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？你想一想，咱们这么辛苦赚钱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能够逍遥快活。上一次被董世明扫兴，这一次一定要尽兴才行。
老头子年纪大了，他们一群老家伙肯定不会为老不尊跑过来。尽管如此，咱们还是要防范一下，不能让老头子发现了。你也要理解沈叔叔，毕竟他才50多岁，还有需要。沈子明撇了撇嘴，没有多说。其实沈子明跟沈一鸣的关系非常好，只是在听取这件事情无法达成一致，他们经常会相互指责。午夜，陆小峰和沈子明走出来，沈子明特意朝着周边看了看。告诉你们多少次了，不要来这种地方。如果今天不是老刘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事情，我都不会发现你们竟然会来谈事情，会来到这种地方。这种地方很安静吗？你难道没有老怀大慰？快上车，回去睡觉，明天还有很多事情。次日，三人一起取出了2件瓷器，按照沈一鸣给出的地址赶往郊外。这位是原金陵博物馆的副馆长吉勇，大收藏家姜玉祥，金陵本地连锁店当行老板张新生，古玩店老板刘俊平。介绍到刘俊平时，陆小峰和沈子明对视一眼，不由笑了起来。这位就是老刘吧？这是我儿子沈子明，侄子陆小峰。这一次我带来的2件瓷器，都是他们前段时间在金陵买来的，几位都是老大哥了，还请诸位点评的时候一定要手下留情。既然沈老板这样说，那么我们更不能嘴下留情了。2位小伙子都带来了什么宝物？快点拿出来给我们看一看。老张，万一2个小伙子把东西拿出来，把你吓了一跳，你该不会连自己的宝物都不敢拿出来了吧？这不可能。既然是不可能，我就坐等了。老刘、子明和小峰第一次来，你可不能给他们拉仇恨，我就怕老张见到他们2个的宝物，羡慕的晚上睡不着。哟，快拿出来！拿出来吧，给他们瞧一瞧。本来还在说说笑笑的众人，这时候全部都认真了下来，大家相继拿起了这只瓶子细看。众人对视一眼，随即所有的视线都落在了季勇的身上。很纯正的青金蓝釉，这种青金蓝釉和前朝的撒蓝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康熙年制的撒蓝釉追求整体均匀的效果，蓝点细密没有流动，但是雍正一朝青金蓝釉青点聚集半身，明显比较大，而且局部有清料流淌的效果。这件瓷器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没有缺点，也没有什么瑕疵。子明，你花了多少钱买下来的？6000。这是走宝了，哪家店面？这老板完全就是瞎了眼，怎么就被您小子捡漏了？这件青金蓝釉观音瓶至少也能卖200-300万吧？子明，你告诉我这是哪家店？晚点我就过去，也许他家店里还有其他宝物。老板是陈大耳。陈大耳，我认识啊，半个月前我还去了他的店里。你们是不是买的早？在你后面。那天我在他的店里转了一圈就走了。如果知道他的店里有这样的宝物，我就不该离开的，真是太遗憾了。回头我一定多去几趟。你们可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陈大耳。接着，大家把目光放在陆小峰的歌谣灰青釉8方贯耳壶上。这是哪个朝代的仿品？仿的真是像啊！陆小峰却把注意力放在了姜玉祥的身上，因为他发现对方自始至终都没有开口，只是随大流看了瓷器。这可是宋代歌谣，存世数量极少的稀世珍宝，这是歌谣真品。歌谣4大特征：一是无光釉，也就是说歌谣的表面不会出现宝光，不会出现莹莹光泽；二是金丝铁线，在歌谣釉面有网状开片，有粗流的黑色裂纹交织着细密的红黄色裂纹；三是攒珠聚球，歌谣瓷器通常釉层很厚，最厚处甚至与胎的厚度相等，釉内含有气泡，如珠引线，犹如锯末攒珠般的美韵。最后就是紫口铁足了，这都能看得见。你对歌谣瓷器有过研究，见过真品歌谣吗？真品歌谣都在博物院，我哪里有机会见到真品？既然没有见过真品，你怎么敢确定这是真品？要知道，我们鉴定的标准都是以真品为依据的。感觉小峰的鉴定水平很高，你们可能不清楚，小峰他是做文物修复的，但他7月才刚刚大学毕业，这2个月经过我的手，卖出去的瓷器就高达1000万之多。他能够捡漏买下这件瓷器，我可一点都不惊讶。捡漏？难道不是从拍卖行拍来的？这件歌谣是跟子明那件瓷器一起买回来的，还是那家店？你这件多少钱买下来的？3万。你的意思是说3万块买下了歌谣真品？你知不知道这件歌谣真品价值1000万，甚至可能达到数千万？这是无价之宝啊！我知道，我不看了，马上就去陈大耳的店里，万一还有一件歌谣真品，老子这辈子都值了。走，一起去。别急，我先拍下来。你不介意我把照片发到论坛上去吧？不介意。小兄弟，这件贯耳壶你是否愿意割爱？陆小峰看向姜玉祥，他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有这样的实力，这可是价值几千万的歌谣瓷器。不愿意。行了，把瓷器收起来吧，咱们现在就去银行，先把瓷器放进保管箱，然后一起去那家店里，好叫他们死心。嘿嘿，你们兄弟俩今天真是给我争光了。刚才老沈说小峰刚毕业，又是做文物修复的。是的，有没有想过进一家单位？像是文物修复这种事情，自己一个人是很难学到技术的，必须要拜师。我之前的单位还算不错，我可以帮你介绍进去，走人才引进的路子都不用考试。季馆长，你这是看不起小峰啊？前些天小峰复原了一幅画，人家直接给了3000W。什么画这么珍贵？至少也要价值3个亿吧？价值不高，但是很有纪念意义，人家给出了天价。
价。季勇叮嘱陆小峰，满是无奈，已经闯出了名气。这样一来，陆小峰肯定是不愿意进单位，毕竟束缚太多了。小峰这么厉害的呀，看来下次修复有去处了，不用总是去求级馆长，每次都还推脱。是我推脱吗？现在文物修复人才多紧缺，大家档期都排满了，我帮你插队已经不错了。是，我说错了，你尽力了。诸位老板，今天怎么有空一起过来？废话少说，我们是过来扫货的。我们打算合作一家古玩店，因此打算在这个市场上扫走一批货。陈老板，如果你的货源好，我们以后会长期来你这里扫货。好啊，老板们随便看。老板们随便看，保管我这里珍品多，我给你们打折扣。我们先看看2个年轻人，你们就不用跟过来了，去陪着陈老板喝茶。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真是要扫货吗？还能骗你不成？陈老板，我们都进来一会儿，你不准备茶水吗？马上就准备。陈大耳看到众人把所有的瓷器都翻了一遍，却没有任何购买的迹象，不由皱眉。他隐隐感觉到这件事情恐怕不简单。不过陆小峰和沈子明的嘴巴实在是太严了，他几次试探都没有任何结果，两人都说是扫货。张老板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看你们的样子可不像是扫货啊。陈大耳，咱们也认识3、4年了，我对你也算是了解，但我不知道你的身体情况。你这么年轻，应该没有高血压、心脏病之类的吧？没有啊。我都要急死了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这2位你应该都是认识的吧？他们之前从你店里买走的2样东西，那是当然，我还能骗他们不成？他们虽然是年轻人，但是看起来很有经验。他们在我这里买到的价格也不是很高。你也知道圈里规矩，离店概不负责。规矩我们都晓得，既然懂规矩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你听我把话说完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雍正年制青金蓝釉观音瓶是真品，宋代歌谣8方贯耳壶也是真品，都是经过老纪鉴定过的。季馆长鉴定过就对了，我这里都是。你们不是要扫货的吗？还扫吗？你店里没有合适的，我想问你，这一批货源是从哪里买来的？我想直接去找上家。这是我的独家货源，怎么能告诉你呢？陈老板，你去做一个条幅，直接就写有人在你这里2次捡漏，一次买到了雍正官窑，一次买到了宋代歌谣。你要转变经营思路，走宝不可怕。如果走宝能够带来销量的增加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诸位帮我看着店面，我这就去做条幅。高明啊，本来是一件羞耻的事情，甚至大家都不敢轻易把这种事情宣扬出去。经过你一句话，这反而成了好事儿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这个方法好。我只是说了实话罢了。既然是来到这里，咱们到处溜达转一圈。你们2个年轻人帮着陈老板守店面，我们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从陈老板这里赚钱了，一个赚了200、300万，一个赚了数千万。难道你们还想让我们几个老家伙守着店面不成？你们一起去吧，我在这里守着，我不能走得太多。江老板真是急公好义啊！陆小峰也随即对江玉祥表达了感谢，一行人没有多说，纷纷走了出去。陆小峰悄悄拉住沈一民，询问江玉祥的情况。江老板身体不好，已经有2年了，他不能太过劳累。你何子明也要注意，当初江玉祥跟我一起，经常出入风月场所，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治病的。你现在不是老当益壮吗？这是一幅临摹郑板桥竹石图的作品，只是在装裱时，此人把一幅画塞进了画轴中。老板，这幅画多少钱？这幅可是郑板桥的竹石图，竹石一时名扬天下。这幅画上也有郑板桥本人的书法，像是这样一幅画价格可不低。就算是价格不低，你也要开个价吧。80大包邮。你怎么不说800W？这幅画的尺寸太小，如果能大一点，我肯定能开出800W的价格。郑板桥的巨幅作品现在已经卖到了4、5千W，800块。你看看这泛黄的纸张，分明是清朝所出。这幅画是郑板桥的真品，800块连画轴都买不来。你漫天要价，我坐地还钱。你要价有多离谱，我的还价就有多离谱。这样好了，咱们也不用争了，5000块。这是民国的临摹作品，水平只能算是中下，我画出来的效果都比这个要好。5000块确实少了点，你再加点，加1000。既然是这样，你就带走吧。这幅画卖亏了。陆小峰笑了笑，没有理会。他很清楚，对方既然同意卖，那就肯定不会亏，这不过是老板通用的话术罢了。快过来帮我看一看，你不开口，我心里没有底。打算买下来？买下来放在书桌上，你难道不觉得很有诗意吗？现在我也学画，虽然学的不精，但是文房4宝都要准备好。那你不应该准备一个笔架吗？笔筒也有观赏作用。多少钱？3000。这是民国的雕工，紫檀木材质是没有问题的，买下来不亏。哪怕是现在雕刻这样一件紫檀木笔筒，也需要不少钱。沈子明点了点头，心里有了底气，跑去跟老板斗智斗勇谈价钱。陆小峰看中了一件清代晚期紫檀嵌百宝荷塘青巨图笔筒和2块康熙玉明云龙门松花眼，老板开价8万1块，不还价。陆小峰明白。
本。老板肯定是知道这2块砚的价值，他也就没有多说，花了16万5千块买下了2块砚台和笔筒。你用1块就行了，另1块送我吧。我已经有打算了。你打算送给宁晚秋？陆小峰，我算是看错你了，没想到你是重色轻友之人。不如这样，你送1块砚台给我，宁老师那里也送1块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你想的真美。既然这样，你欠我1次听曲，晚上请我快活。感觉怪怪的，这神逻辑有问题啊。这笔筒不错，材质好，只要价格不高就不会亏。这是康熙御用的松花砚，小峰你该不会是又捡漏了吧？2块砚台花了16万，这个价格还算公道，不算捡漏，只能算是正常的市场价。如果拿到拍卖行，遇到喜欢砚台的人，价格肯定会高不少，但是如果没有遇到，价格可能会低一些。还不把画拿出来给我们品鉴一下？砚台。陆小峰打眼了，真是没有想到陆小峰也有打眼的时候啊！这么高兴，咱们今晚去庆祝一下。你表现那么妖孽，给我造成多大的压力和心理负担啊！这幅画临摹的水平并不高，难道小峰不擅长书画？小峰，你不擅长书画鉴定？我们2个最近都在学习绘画，他进步很快，甚至已经能够自己修复书画了。如果真是有一定水平，应该不会看不出这幅画是临摹的。小峰，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，为什么要买这幅画？大家都好奇看过来，陆小峰买回这幅画实在是大师水准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该不会又捡漏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咱们大学4年同学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撅起屁股，我都知道你是粗俗。你不粗俗。小峰，这幅画有问题。陆小峰动手拆开画轴，从里面倒出一幅画来。这是郑板桥的竹石图，传承有序，该是真品。庭院中的竹石，瘦实壁立，以白描的笔意为主，长蛇带皴，勾出坚硬挺削的实质。折剪处略施以小斧劈皴，竹青石秀，画面简约明快，这是郑板桥的风格。我很受伤，你是锦鲤体质吗？这样的事情都被你碰上了。因为你不注意观察，我也是无意间摇晃了一下画轴，发现画轴里有东西，没想到竟然会是真品。我也看过这幅画，甚至看得很仔细。当时我就发现这幅画是赝品，也就没有在意。真是没想到，郑板桥的传世名作竟然与我失之交臂。我现在把店里所有的画轴都翻一遍，我就不信了，难道找不出来一幅画？小峰，你怎么知道画轴里藏了真品？我不知道是真品，但是画轴里藏了东西，我愿意赌一把。毕竟买下这幅画花不了多少钱，如果画轴里的东西珍贵，肯定是划算的。我想再问你一次，是否愿意割爱？陆小峰皱眉，一时间没有回应。你也不必为难，郑板桥的画很难得，竹石图又是郑板桥最具代表性的竹子，这幅画很珍贵，你不愿意割爱也正常。不过我要说清楚，如果我来收购这幅画，我愿意花500W。陆小峰看向对方，不免诧异，毕竟这幅画尺寸实在不大，按照郑板桥书画的拍卖价格来算，顶多也就300多W的样子。他不明白江玉祥为什么一直想买这些。我想买书画瓷器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要买这些用来升值保值。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，如今是太平盛世，我的日子不长了，但是孩子还要继续生活，我想买点精品传承下去。老姜你就算了吧，老姜你就算了吧，就你家里那2个不孝儿子，你觉得就算是买到了精品，他们又能够保得住吗？你把东西卖回去，说不定过2天就会被他们给卖掉了。我店里还有几样好东西，都是死当可以交给你，不想交给你是觉得你这样做没有任何用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管那么多做什么？江玉祥摇了摇头，众人忍不住跟着叹息起来。江老板，这幅画可以卖给你。当真？江老板放心，我不会骗你。不过我也有条件，我可以把这幅画卖给你，你先付款，1个月后去中海取走这幅画。如果江老板或者是你的子孙想要出售这幅画，优先考虑我，我绝对会给出足够的价格。好，没问题。你也知道我是学绘画的，对这幅画很喜欢，我想要临摹这幅画，这才会拿回去一段时间。不过江老板是行家，我不可能拿临摹品骗你，到时候你最好亲自过去。没有问题，我马上安排把500W 打到你的账上。小峰真是好运气，来了2趟就捡漏2次，你下次尽量少点过来，把捡漏的机会留给我们。当然老刘就不必了，你都站在宝物面前，竟然都能错过，我都替你感觉遗憾。我是真的感觉遗憾，不过我不后悔，因为就算是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也没办法发现画轴里竟然还能藏了一幅画。战乱之时，什么事情都能发生，为了隐藏宝物，真是想尽办法。陈老板没找到，我看你还是做好准备，明天这件事情传出去，你这里肯定要爆满了。待会儿我把柯瑶的照片传给你，你好好看一看。照片传给我，只会让我更加难受。算了，你没有我难受，我经常看着他捡漏，看着他发财。
众人哈哈大笑起来。次日，陆小凤和沈子明没有什么安排，两人在秦淮河游荡了半天。沈子明见到漂亮的汉服小姐姐，就直奔过去找人家攀谈起来。小姐姐哪里人啊？经理人干么事？小姐姐这身汉服是不是齐腰如裙？你问这么多干么事？我很好奇，想要长长见识。小姐姐那么漂亮又那么温柔。陆小凤在一旁听到沈子明的夸赞，很想要一脚踹上去。金陵小姐姐方言讲得很好，有一股气势很不耐烦，就这样还是温柔的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对不住，被绊了一下，你没事吧？小姐姐她想要你的联系方式啊！你们干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不小心绊了一跤，差点把她碰倒了，我跟她道个歉。这么平坦的路你也能绊倒，骗谁呢？江雨欣，不要相信他们。原来你叫江雨欣啊！陆小凤想要你的微信，能不能留一个？哼，登徒子，我们走。行了，不要闹了。你这个人就是假正经，你如果真是正经的话，下次不要跟我一起去听曲啊！我告诉你，咱们哥俩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，食色性也。老头子发来信息，让咱们去跟他会合，中午一起吃饭。都有哪些人？还是昨天那些，他们昨天都被你打击到了，连瓷器都没有看。今天肯定要斗一斗，估计是斗宝结束。这会想到咱们两个流浪汉。刚才就是这两个登徒子想要占雨欣的便宜，叔叔，你快打他们！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小峰不小心绊倒，碰到了雨欣，我们两个大男人怎么会欺负小孩子？这都是他们年轻人的事情，咱们就不要掺和了。雨欣，这两位就是我要帮你们介绍的。你们不是想要拍短视频找不到素材吗？以后跟着他们，肯定能够找到不少素材。拍短视频？你们两个这么漂亮，穿着汉服跳舞不是很好吗？现在短视频竞争太激烈了，穿着汉服跳舞的很多，所以就想到从小类别着手。刚好我爸开了一家古玩店，我们就想到拍一些关于古玩交易的纪实作品，肯定很有意思。很枯燥乏味的。他们想要找我拍视频，但我这么大年纪了，即便是美颜，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愿意看。况且想要把视频做得吸引人，必须要有想法、有头脑。我已经老了，跟你们年轻人的想法不一样，只有年轻人才能了解年轻人，所以我想请陆老板帮忙。我恐怕是帮不上忙。如果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摄像，又或者是直播镜头跟着，这对我来讲影响很大。我们可以跟你签合同，等你粉丝多了，你就是网络红人，以后可以变现。你恐怕不太清楚现在大网红的收入，至少1000万起步。陆小凤仍旧摇头，他有自己的秘密，也不是那种喜欢出风头的人，他需要低调一点。你没有看到人家压根不愿意跟你合作，你还劝什么？我愿意出镜啊，我也可以写故事脚本，可以帮你们拍摄，不过我在中海可能不是很方便。两个姑娘对视一眼，都有些犹豫，毕竟陆小凤的形象好一点，沈子明实在是太胖了。我觉得子明蛮好的，肯定非常讨喜。你们即便是去了中海，有子明照顾我也能放心。你好，我是林若仪。林若仪和沈子明握手的同时，忍不住朝陆小凤瞪眼。没有吃完饭，江雨欣和林若仪拉着沈子明离开了，他们要去找一家安静的地方，商量该怎么拍摄的问题。沈子明冲着陆小凤笑了笑，满是得意。你们不拉着小峰哥哥一起过去吗？他也是今年毕业的，谁是哥哥谁是姐姐还不一定呢。子明能够帮你们写脚本，但是小峰的经历本身就是脚本，你们如果把他漏掉会后悔的。小峰虽然不愿意出镜，但是如果拉上他，或许对你们会更好。江雨欣和林若仪皱眉，两人将信将疑，感觉他在说假话。雨欣，你爸爸说的是真的，小峰的经历很魔幻，如果他能同意拍摄，肯定会火起来的。不过他愿意低调行事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必须要低调。哼，算了吧，人家那么高傲，咱们还是自己搞定吧。说罢，他拉着江雨欣、沈子明走开了。小女子小娇惯，让陆兄弟见笑了。江老板客气，没什么。我有2子1女，2个儿子算是废掉了，只有这个女儿还算争气。如果她在中海有什么困难，还希望陆兄弟能够看在我的薄面上帮一把。老兄客气了，既然是自家侄女，若是有什么困难，让她来找我便是。雨欣跑出去了，如果听到你称呼她侄女，肯定是要闹起来的。饭后，陆小凤的金陵之旅算是告一段落。沈子明去跟小姑娘商量事情，陆小凤则是回到酒店临摹画作。绘画和书法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练习的，须有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临摹完成，他用手机拍照发给了宁晚秋。这是郑板桥的竹石图。我这幅画临摹的如何？我把你的事情跟老师说了，他想见你一面，考一考你。明天你就带着这幅临摹作品过来吧。我在金陵，可能要明天中午才能赶回去，能不能安排到下午？后天吧，你也不必着急赶过来，我明天给你敲定具体时间。谁啊？先生，您需要特殊服务吗？
你们看，我就说这样的人经不住考验，听到有特殊服务就跑出来了，你还说相信他，觉得他没有任何想法，呵呵，男人。你们不是去商量了吗？现在是商量好了，跑到我这里是有什么想法？我跟他们说完全没有必要试探，你能开门肯定是听出了他的声音。不可能，我的声音已经变化那么大，他怎么可能听得出来？你分明是在胡扯。陆小峰他分明是色迷心窍才会跑出来的。如果你们真是这样认为的话，那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就当做我是色迷心窍好了。有事情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不留你们了，我还没有吃晚饭。没有吃晚饭，我请你啊，快跟我走，我带你吃东西。算了，已经不早了，明天还要开车回去，晚上早点休息，我随便吃点就行。这可不行，怎么能随便吃？有事就进来说吧。这是你刚刚完成的，真是没有想到你的国画水平那么高，这应该是临摹了郑板桥的画作吧？是郑板桥的书画。林若依盯着桌面上的作品，她本来对陆小峰是非常不满的，觉得陆小峰这人装作高冷，看起来就很假。但是见到陆小峰的画作，她明白了陆小峰有高冷的资本。你下次作画能不能给我们拍几个镜头？这样不好。这样不好，我不想出镜。不用你出镜，到时候我拍摄你的侧面就行了。你也知道，我们既然是做古董，肯定会涉及到书画。如果中间能够穿插一些作画的镜头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好吧，你们难道就没有考虑我也会作画的？你是作为主角出镜的，你那只胖手实在是胖得太明显了，大家很容易就能够认得出来。如果爆出来你作画水平不高，很容易脱粉的，路人就不一样了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你们商议那么长时间，想必已经很累了吧？你们既然是找上门来，肯定是有事情要谈，究竟是什么事就直说吧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最近你不是捡漏了吗？我觉得你捡漏的过程很精彩，我就打算把你的事情改编出来，写成故事脚本，我们拍出来。你也看到了我们的人手不够，你能不能参与进来客串一下？陆小峰盯着沈子明，没有开口，既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，看起来像是在思考。许久，陆小峰都没有动弹，感觉像是完全僵住了一样。陆小峰，你到底是几个意思？你说出来啊！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跟沈子明同宿舍4年，我们清楚知道彼此的性格。当他问出第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可以拒绝。接下来第2个问题也可以拒绝，因为他会说想要借我手上的瓷器和书画当做道具。沈子明第3个问题他会问我，既然你不能参与进来，也不能借给我们道具，那么把你的故事拍出来，应该没有问题了吧？沈子明哈哈大笑起来，朝着陆小峰竖起大拇指。林若依和江雨欣目瞪口呆，他们一同商议的时候，沈子明的确是说出了相同的话。他们也清楚沈子明的问话是一个套路，但他们想不到这个套路才刚刚开始就被陆小峰识破。就算你识破我的套路又能如何？难道你还能不同意吗？我同意。我就说小峰是很识大体的，他是一定会同意。既然我已经答应了，你们也该离开了。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目的，我们能不能拍摄你接画的过程？现在大家对于文物修复也很感兴趣，如果能够揭秘一些，肯定能够吸引大量粉丝。你们如果这样拍的话，成本就太高了，还要雇佣不少群演，不如直接搞得简单一点，走搞笑路线，直接拍沙雕网友送来各种奇葩古董，这样成本低又容易吸粉。你说的很对，这个想法好。观看视频的都是外行，他们可不愿意听到真正的分析，他们只想要消遣时间找乐子。陆小峰点了晚饭，他直接把3人赶走了。他可不愿意再多说，因为他感觉到沈子明想要拉他参与。次日，陆小峰和沈子明一早出发，来到了梁向前的家里。你们没有必要走这一趟的，向前早就知道自己会是这样的结局。不管如何，我们都合伙做生意，尽管生意还没有完成，但是该赚到的钱还是要分掉的。多谢你们了。向前走了歪路，他从不跟我提起生意上的事情，但我知道他背后那人能量很大。现在向前已经走了，你们自己注意安全。陆小峰和沈子明郑重点头，两人离开时心情沉重。返回中海，你在店里？刚回来，马上带着你的画过来接我，咱们去拜会老师。不是明天吗？那你明天自己过去好了。进入画室，宁晚秋直接坐了下来，也没有再继续搭理陆小峰。等了许久，苏老师很忙吗？你很急吗？不是称呼我宁老师的吗？苏老师也是你能叫的。这不是你的意思吗？不过陆小峰终究没敢反驳，他笑了笑，没有多说。苏老师，你就是陆小峰吧？晚秋已经几次在我面前提起你了，说你绘画很有灵气。都是宁老，宁师姐教的好。是宁老师。你学绘画多久了？在晚秋教你之前，你有没有绘画的基础？在此之前，我只在美术课上学了一点。最近因为修复古画需要，才开始学习临摹。临摹出来后，感觉自己基础太差，必须要请一位老师，这才求到了宁师姐这里。苏流点了点头，他并不看好陆小峰，毕竟像陆小峰这样最近才出现天赋，这是基本上不太可能的事情。把你最近的作品拿出来看一看。陆小峰把自己临摹的几幅图放在桌面上，一一铺展开来。苏流本来不太在意，但是当他看到其中一幅画时，顿时呆住了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这幅画很好，这是你复原出来的吗？是我复原的。叶半城把这幅画的修复交给你了。10年前，叶半城曾经找到我这里，想要让我帮忙修复这幅画。刚开始我并没有同意，因为那幅画已经面目全非，想要复原实在是太难了。叶半城那时候的财富已经很多了，他数次登门恳求，希望我能够出手，还把他的故事讲给我听。感动之余，我答应了下来。
我不如你。苏老师，您说笑了。当年我复原出来的效果，远远不如你这一幅。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这种能够从眼神中看出柔情蜜意的画作，我没能做得到，难怪晚秋会这样夸赞你，说你有灵气。您师姐真是。既然你称呼晚秋师姐，那你以后就当我的学生吧。陆小凤顿时呆住了，他本以为拜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但他完全没有想到苏柳竟然只看了一幅画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。老师，以后有时间多到这里坐一坐，我在中海大学也有一些课程，晚秋把课表给你，你如果有时间可以过去听一听。有时间，一定有时间。说罢，陆小凤连忙跑了出去。苏柳皱眉，不太明白陆小凤的意思。老师，这是我准备的一点心意。你才刚刚毕业，不用把社会上那一套拿到这里来，我这里不欢迎送礼，你把东西收回去。这是一只松花雁，老师经常要用到的文房工具，我可没敢准备太贵重的。苏柳扫了一眼，他经常接触文房四宝，自然能够看得出来这块砚台质量上乘，但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会是一件古董。下不为例，你还没有跟着老师学画就开始送礼，老师不会喜欢。若是你将来画有所成，打你自己的作品送给老师，那才是老师最想要看到的。老师放心，我一定努力。回头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晚秋。接下来我考教一下你的基础知识，人物画已经学完了吧？你的山水画如何？人物画学的差不多了，但我还是有些疑问。陆小凤在工作室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离开了这里，看得出来苏柳对他很满意。老师有的，你也有一份。宁晚秋讶然，他想要拒绝，竟然鬼使神差的点头。算你识相。接下来还请师姐多多关照。好说好说，以后师姐罩着你。老师的课你尽量去听一听，如果找不到地方给我打电话。陆小凤回到店里处理之前积压的单子，他这时候感觉到自己的确是缺少一个店员，哪怕不能接单，帮我把这些已经修复的书画瓷器交付出去也行。回来之后，沈子明就一直在筹备字画修复中心的事情。我感觉项目成本还能进一步降低，可以赚得更多，把一部分工作外包出去，这样能够节省成本。外包给哪家公司？中海大学国画专业，我都已经谈好了，让他们帮我调色，最终确保所有的色调都能够调整好。你也知道大学生兼职嘛，价格肯定可以压得更低。这些都交给你，你觉得没问题，我这里就没有问题。你只要确保最终这幅画能够修复好，让我有一个交代。至于最终赚不赚少，我不在意。你厉害，让我给你当牛做马。陆小凤笑了笑，没有多说，随即谈起自己要买房的事情。你是想买新楼盘还是买二手房？考虑学区吗？其实你现在住的那套房子就很不错，面积也足够，住的也舒服，主要是距离这里很近。这个提议不错，如果买下这套房子，完全不用装修，再添置家具就足够了。你家的别墅当年买的时候多少钱？500W。算了，小伙子，好好奋斗，等你赚够1个亿的时候，你也能买得起别墅了。你买房的时候就不要自己谈价钱了，我不相信你能把价格砍下来。对了，那个谁不是卖房子的吗？请他帮你砍价，肯定能便宜不少。祝婷婷是新房销售，她每个月的提成肯定不少，把她招聘过来，恐怕工资不会太低。不过你说的有道理，买房省下来的钱就足够给她发几年工资了。陆小凤当场打了电话，旁敲侧击想要问祝婷婷的工资情况。陆小凤想请你过来帮她打理一家文物修复店，想问一问你现在收入怎么样？店里有几个人？每天工作时间怎么定？工资多少？如果你过来，店里就有2个人。如果你过来，店里就有2个人。只不过我经常不在店里，每天朝9晚5双休，工资1万。我可以，什么时候报到？明天可以过去吗？这么着急？这段时间每天都在加班，大家像是打了鸡血一样，我实在是受不了。销售提成虽然不错，但是这是建立在卖房多的情况下。我在的这个项目几个月开不了1次盘，就算是开盘也是僧多肉少。我宁愿去你那里，至少还能休息。好，那你明天过来吧。以后来到你店里，终于能够感觉养眼了，不用整天对着你这张脸，老子早就看够了。祝婷婷还是很漂亮的，7分的容貌，8分的身材。不要乱打主意，把我好不容易招来的店员给搞没了，我去哪里招人？人还没来呢，这就护犊子了。放心好了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次日，祝婷婷一早就来到了店里，陆小凤介绍了工作内容。这么清闲？不过你刚来，需要先帮我办一件私事。祝婷婷盯着陆小凤，满是防备之色，显然觉得陆小凤图谋不轨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是想请你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，帮我买一套房子。你说话能不能不要停顿？我差点以为你是那种人呢。一切敲定下来，陆小凤询问祝婷婷弟弟的情况。事情进展顺利，已经在走流程了，大概很快就能拿到赔偿。陆小凤点了点头，送祝婷婷离开。下午，苏老师的课堂。以后在学校里要低调一点，你没有看到大家都在看着你吗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，让大家都很关注你？我觉得你不像是出风头的人，为什么做事这么不靠谱？宁晚秋到底是在开玩笑，还是真的不知情？我这个生面孔已经让人好奇了，你还要坐在我身边，这不是更引人注目了吗？师姐是不是不清楚你的样貌有多大的杀伤力？哼，待会儿老师来了，你专心听课。
很快，苏柳到了教室，他看到了陆小凤，冲着他微微点头。上一节课我们讲解了人物画，这一节课我们来赏析一幅画。很快，苏柳开始讲解起来，从这幅画的笔法、设色、布图、情感几个方面讲解。陆小凤从来没有想到，一幅画竟然能够讲解2节课。苏柳言之有物，几乎每一点都能够联想到不同时期、不同画家的作品，举一反三。今天介绍这幅画，同时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。这位同学叫陆小凤，很有天赋，他是做文物修复的，古画修复也在做。这幅画交给陆小凤的时候，几乎是面目全非的。他靠着画中人物的照片，把这幅画复原了回来。虽然不是原创，但却是一种在创作，赋予了这幅画精神气。陆小凤坐在教室里，听到苏柳的夸赞，感觉到非常羞耻。他完全没有想到苏柳竟然会这样夸自己。大家在下一次上课之前教一幅人物画像，希望大家作画的时候能够充分表现出人物的情感色彩，不仅要把人物画得像，更要让人物更传神。好，这节课到这里结束。下午的课程结束，陆小凤感觉整个人都有点虚脱。他一直仔细听苏柳的分析，尽力把苏柳的分析与自己所学联系起来。不过陆小凤仍旧有不少的知识盲区，他把这些全部都记了下来，打算在课后查阅资料。这些都是我没有讲过的。要不然师姐去我那里给我当家庭教师，帮我补习功课。家庭教师，陆小凤脑海里陡然闪过这个念头，随即被他压了下去。明天周六我休息，可以帮你补习，你在店里等我。陆小凤连忙点头，他感觉师姐现在的态度好多了。我自己回去，不用送我了。兄弟，聊一聊。你有什么事情？没什么事情，只是想要找兄弟打听一下，你知不知道明晚秋已经名花有主了？你是哪个专业的？我是体育学院的，几乎整个美院都知道我追宁晚秋3年了。我看小兄弟有点面生，你应该不是美术学院的吧？我是中海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，因为在绘画上有几分天赋，被苏老师收为弟子。兄弟，如果真是想要追求师姐的话，最好也能够学画。你恐怕不太清楚师姐喜欢绘画的男生。你一定是在骗我。你一定是在骗我！我都已经打听过，宁晚秋喜欢体院的男生。我告诉你，我追了他3年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我警告你，以后离宁晚秋远点，不要被我发现你们私底下有任何交流。如果被我发现的话，我一定会让你知道撸铁的男人有多强大的力量。我在想师姐知不知道你的名字？她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？你不要挑衅我，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你要如何不客气啊？疼疼疼！撸铁的手终究不是钢铁。店里对于穿着并没有特殊要求，只要得体就好了。得体就是说我不能穿超短裙吗？是不是跟老板在一起要避嫌？昨天误会了，这是想要找回场子。你要避嫌，可不是我要避嫌，一切不都在于你吗？这里是房东的电话，以1300W 为界限，如果低于这个数字，就算是合格，低多少都给你10%的提成。交给我好了，帮你搞定。按照小区的平均交易价格，至少也要1400W。老板都是周扒皮，绝对不会让自己轻松。早该想到这一点。万恶的资本家。陆小凤把房子的事情交给祝婷婷，她就不再多管了。下午宁晚秋要来帮她补课，苏老师又布置了课后作业，她都需要完成。毕竟3天后就是下一次上课，时间还是很紧迫的。你也学画了，水平不错，有我5成功底了。许老板这么高兴，难道是发生喜事了，要请我喝酒？有人花6万块钱买下了我一幅画，恭喜许老板，贺喜许老板，这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啊！这不算什么，我要感谢你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是不可能走出这一步的，更不可能有如今的成绩。我临摹8大山人那么多年，大家都不认可我的成绩，觉得我吃傻，现在终于被别人看到了，这都是因为有你的帮助。许老板，你可不要这样说，这一切都是你辛苦努力得来的结果。你坚持临摹8大山人那么多年，如今终有所成，这是喜事一件。小峰，你对我的帮助很大，因此我收到款项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过来找你，想要请你吃饭。不必这么客气，我已经订好了包厢，不要拒绝。我去找沈一鸣父子俩。刚才那位是谁？许青山老板临摹8大山人的画作是一绝。8大山人是谁？你不知道？见到祝婷婷点头，陆小凤顿时后悔起来，他感觉自己可能所托非人。已经招过来了，那就慢慢培养吧。我约了房东喝咖啡，谈一谈房价的问题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我就约在了附近的咖啡厅。这位房东年纪不大，我能把价格砍下来。老板，你就准备好奖金吧。你该不会说话不算数吧？你如果能把价格谈到1000W 以下，我直接给你100W。哼，这压根不可能。下午宁晚秋一到，就忍不住朝着4周打量起来。今天你这里来女人了？接下来我要去上课，店里不能没有人，只好请了一位姑娘帮我看店。你这家店开着没有意思，你如果努力学画，以后很有可能会成为大师，哪里还在乎这一点？既然已经拜了苏老师为师，接下来就一心学画，像是文物修复这种事情，干脆停掉算了。陆小凤瞪大眼睛，他没有想到宁晚秋之前还要跟他学文物修复，现在就变了，竟然让他放弃。这毕竟是养家糊口的生意，我还有父母要养活，
总不能坐吃山空吧？老师对你评价很高，说你以后一定能够成为大画家，这是你的机会。好，我一定努力。宁晚秋按照陆小峰笔记上的问题，一个接着一个讲解起来。陆小峰听着讲解，不时抬头看向宁晚秋。仔细听课。我在听。宁晚秋抬头看向陆小峰，看起来有几分为难的模样。陆小峰不免诧异，不明白宁晚秋这是怎么了？你送给我的那块砚台是康熙御用的，你为什么要送我那么贵重的礼物？明天我就把砚台还给你。师姐帮我补课，我送点礼物是应该的。你也看到了，我是开文物修复店的，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土特产，只有古董算是土特产。况且那是一块砚台，是文人墨客用的东西，这是雅士。小峰，你的年纪还小，不应该生出那么多心思。师姐一心扑在绘画上，我以后注定是要成为大师的。国内的画坛要靠我撑起半边天，我不能分心。注定要成为大师，撑起画坛半边天。陆小峰完全没有想到宁晚秋会说出这么中二的话，但是他看到对方的表情，他就明白宁晚秋是认真的。师姐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成为大画家。我很欣赏你，我们志同道合，一定能够走得更远。陆小峰看着宁晚秋，感觉这话有歧义，但他很清楚自己这是多想。我可能失恋了。这是好事啊，说明你放弃一棵树木，去拥抱了整片森林。我早就劝过你，女人心海底针，女人深似海，你用一根牙签是搅动不了整片大海的。敌车无惧。小峰，为了庆祝一下，今晚我请你听曲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还没有足够了解女人，一定要深入了解才行。深入，你懂不懂？不要乱开车，你不安慰我一下？我怎么就不安慰你了？我这是在向你传授经验，你以后也要多多向那些姑娘们传道授业，这样才能深入交流。许青山晚上的情况你不知道吗？老许现在非常兴奋，想要跟我们分享。咱们去给老许一点面子，吃完饭就走。你可千万不要喝多了，不要借酒消愁。就算是你想要借酒消愁，也一定要换个地方，咱们一起喝酒。都是大老爷们，你如果喝醉了，谁来照顾你？对了，他是怎么说的？让你以为自己失恋了。算了，晚上见。陆小峰挂断电话，开始准备这一次的作业，只是他却静不下心，完全没有办法作画。你放心，我都已经联系好了，晚上保管让你满意。一水的旗袍姑娘，能不能正经一点？我很正经啊，我找了不少姑娘陪你晚上喝酒，让你不醉不归。只有旗袍？哎呦，你竟然有要求了！有要求那就更好办了，快点告诉我你是什么要求。到时再看。让陆小峰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次是真的听曲，台上的小姐姐穿着旗袍，唱着醉人的昆曲，听起来昏昏欲睡。次日，宁晚秋再次赶来，他正好见到祝婷婷正在跟陆小峰汇报昨天商谈的情况。你跟我来。陆小峰朝着祝婷婷点头，跟着宁晚秋朝着楼上走过去。那就是你招来的店员？是的。你招的店员长相很好看啊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我听说男人都喜欢招女秘书，你也是这样想的吗？秘书？不是，只是碰巧认识祝婷婷，就请她过来了。你自己打算成为大师，撑起国内画坛半边天，难道还让我当和尚不成？你不老实，昨天跟我说要一起努力成为大画家的，你现在这样做又是什么意思？这好像没有关系吧？还给你。这是送给你的礼物，你都已经收下了，可不能退。都跟你说了，这是土特产。这是老师退给你的，他说你还年轻，赚钱不容易，买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他感觉心里不安。等你以后学有所成，无论送什么礼物，他都会收下。那我就先收下来，以后再送给老师。小峰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我心里有点乱，你能不能容我想一想？我是立志要成为大师的，我想把心思都花在绘画上，不想考虑那么多。其实谈情说爱并不影响进步的，只有真正体会了感情，接下来的作品才能有温度。你教导我，心中有情，画中有意，如果心中无情，画里又该怎么表现出情意来？好像也是，但我还需要再考虑考虑。你完成作业了没有？要不然咱们相互画吧，你画我，我来画你。也可以，但是你的长相没有特点，很难画得好。楼下那个姑娘就不错，让她当模特，咱们比赛看谁画得好。大家都说许青山是画痴，现在面对宁晚秋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画痴。许青山那是有点傻。好啊。老板，这位美女是谁呀？你女朋友？她是我师姐。刚才没有来得及汇报，我已经把价格压到了1300W，老板准备好奖金等着我。你自己掂量一下，价格差不多就签合同吧，也不要压得太厉害，万一对方不愿意出手，那就不好了。只要你尽力，奖金肯定让你满意。老板放心。宁晚秋下了楼，他让祝婷婷坐下来，让她摆出了一个淑女的坐姿，这就可以作画。一时间，室内安静下来。看他俩认真的样子，真羡慕。如果自己也能够掌握一门技术就好了，每天在这里待着，自己是不是应该学一学绘画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请你们吃饭，然后再送你们回家。我急着回家，老板就不用送我了。哎呀。
真不好意思，我也要回家。陆小凤送宁晚秋回家后，自己回了家。你们店里新来了一个姑娘，是你招来的？那姑娘长得真好看，我觉得给我当儿媳妇都没有问题。您就别操心了，以后我肯定会带着女朋友回家的。小峰，我今天又遇到周蓉了，她一直跟我说好话夸你呢。不要搭理她，以后不要再跟这样的人有任何交集。你的店里既然是要雇人，为什么不让我去帮忙？你爸现在虽然不能走，你那家店面每年租金那么高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妈，其实你可以打麻将，也可以去公园跳一跳舞。我跟你爸就是种地的，这几年才到了城里打工。你让我跳舞，我哪好意思？学一学就会了，多有意思啊！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事，我们能有什么事情呢？到底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不能说出来？我跟你爸就是觉得挺对不住你的。为什么？小峰，我们就是觉得吧，都怪我摔伤拖累了你。如果不是因为医药费的事情，你跟依依也不会分手，事情也不会闹成这样。这两件事情没有必然关系。可是我们给你买的房子实在太偏了，说是郊区，其实已经盖到苏城去了。难怪人家姑娘不愿意跟着你。那套房子上写了依依的名字，以后想要卖掉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。他们母女一定会过来纠缠。爸，你现在是个什么想法？该不会想一辈子不结婚了吧？我们年纪还不大，能帮你带孩子。我们老两口还想着再赚2年钱，给你买套好一点的房子，至少不能委屈了人家姑娘不是？你就放心吧，我跟你妈商量好了，等孩子稍微大一点，我们回乡下去住，绝对不会拖你后腿。陆小峰看着父母，听到父亲说起这些，难免觉得心酸，鼻子一酸，顿时说不出话来了。好一会儿，买房的事情你们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已经托人跟房东谈了，我打算把咱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直接买下来。这套房子的装修基本上都是新的，再添置一些东西就行了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在门口中介看过了，这里的房价有要10万一平，你能掏出1000多 double 有吗？我已经把钱准备好了。你们也应该知道，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吧。我能一次拿出1000多 W， 就是因为我接了一个单子，帮人家修复画作，1幅画就赚到了。修一幅画那么多钱，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你们安心在家，等我有钱了就去买一套别墅，让你们种菜。哟，我就知道小峰喜欢这个味道，哎，真是羡慕你在这里作画陪美人，我却要四处跑，不公平啊！店里很安静，没有人搭理沈子明。许久，陆小峰率先完成，他朝着沈子明招手，带着他去了楼上。我什么时候能够像你一样有一个家人环绕？老头子还不退休，霸占店主的位置不让。如果我接任，肯定要招几个漂亮姑娘，给他们穿上女仆装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老子一天到晚就泡在店里，哪里都不去。梦醒了，你前天还跟我说失恋，现在就跟宁老师在一起鬼混了。这是鬼混吗？我们这是一起作画，一起进步。你们天天待在一起鬼混，耳鬓厮磨，迟早要出人命。不过我跟江玉祥商量好，他们大概3天后会赶过来，到时候老子就不用羡慕你了。你有旗袍妹、丝袜妹，老子有古装妹子、女仆妹子。你有没有听说，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明代青花瓷，都是赝品，但是仿得很真，连我家老头子都打眼了。沈叔叔竟然也会打眼，这批瓷器仿得这么好吗？这不应该啊！正常来讲，仿制的瓷器应该都会有破绽。很多人猜测这批瓷器是董世明搞出来的，这些年他做了不少试验，甚至有不少小组帮他仿制瓷器、古画。这些小组分散在各处，除了董世明，谁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帮他做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董世明没了，这些小组不受控制，他们为了拿到钱，主动把这批瓷器给放出来了。你这段时间注意一点，不要上当了。董世明真是阴魂不散，虽然人死了，但是影响却很深远。刚才沈子明欲言又止的模样，该是提醒我注意安全。董世明如果是白手套，身后肯定还有人。这一次会不会是董世明背后之人所做，搞垮了市民拍卖行，也就斩断了他们的出货渠道？如此一来，对方肯定记恨我们。陆小峰无奈走下楼，见到宁晚秋也已经画完了，他正在跟祝婷婷聊天，两人有说有笑。陆小峰走过去，盯着宁晚秋的画作看了2眼。之前一直都是临摹，如今自己创作顿时就原形毕露了。毕竟他临摹的时候能够跟着原作者的创作走，现在却要自己画出来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师弟你还小，以后要多努力。小峰哪里小？你怎么知道？宁晚秋压根没有听懂沈子明的言外之意。你画出来都不能看。那是当然，宁老师眼里只有小峰，哪里还有我啊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师吗？你走了又回来，是有什么事情？老头子请你过去，想要你帮忙看一看他买回来的青花瓷。你们2个在这待着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我去就回。小峰，你看一看这件青花。陆小峰拿起这件明代缠枝莲纹青花梅瓶，眼前就浮现这只梅品的烧制过程。
苏麻离青。小峰，你的水平不错，你有没有看出这件青花瓷有问题？我感觉这只梅瓶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怎么就会是赝品呢？子您跟我说了一些，但我对整件事情了解太少，您能不能跟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实从表象来看，明代永乐年制缠制连纹梅瓶没有太大问题，又是谁鉴定出这件瓷器有问题的？其实前几天这一批明清花投放到市场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了，有不少古玩店老板手里多出明代青花瓷器，大家收购的价格还不低。我从吴德兴那里拿来的梅瓶花了30万。也就是说，你没看出青花瓷有任何问题，只是单纯因为价格原因。可以这样说，估计吴德兴拿货的价格更低。我找吴德兴试探一下，我觉得他拿到的价格也不会低，因为这件青花瓷的成本很高。你看出什么了？苏麻离青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只梅瓶使用了苏麻离青？这不可能，苏麻离青是从国外进口的青料，早已失传，怎么可能找得到？失传的青料怎么就找不到了？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我还没挖过。永乐年制的青花瓷那是极品啊，至少也要1000多 W。陆老板是打算买一件回去收藏吗？我这里恰好有一件，1000 W 你带走。你花多少钱买回来的？说实话。800 W， 要不然你到我这里来看一看。你太天真了，生意人哪有真话？沈叔叔打算怎么办？小峰，你先告诉我是怎么看出这是赝品的？这一点并不难。永乐宣德2朝青花瓷器多用小笔蘸骨料上色，因此要不停地用笔蘸骨料，这样从起笔到收笔出现了深浅浓淡不一的明显特征。这一特征是因为用笔方法导致的，但是眼前这件瓷器是不是看不出来浓淡深浅？好像真是如此，感觉这些图案像是用机器刻印上去的，真是受教了。还是小峰观察仔细。您只是当局者迷，这是最为明显的特点。如果真是机器刻印，那就说明肯定有不少瓷器跟你这个是一模一样的。我明白了，现在就去找人，一定要把这群人的阴谋给掀翻了。咱们都是古玩行业里的一员，保护行业利益，人人有责。沈叔叔很有情怀吗？快点陪你的红颜去吧，不要在这里逗留。我差点以为你不会回来了，我把这幅画带回去，你不要忘记上课的时候带上。我送你。我直接去老师家里，你要跟我过去吗？直接去老师家里，你要跟我过去吗？好啊。小峰，这是你的作品吗？你的水平为什么起伏那么大？上一幅作品水平非常高，虽然比不上晚秋，但是一点都不差。但这一幅画太让我失望了，比班里那些学生都不如。老师也不能怪小峰，毕竟你看这模特多漂亮，我看这幅画所有的神韵都体现在这双腿上了。心有所系，画有所现，他心里想的什么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不错，晚秋观察得很细致。能不能正经一点了？你喜欢看腿，下次把你师姐的腿画出来给我看一看。陆小峰看着苏柳面上掩饰不住的笑意，终于明白老师在跟自己开玩笑。不敢，不敢。小峰，我之所以收下你，是因为你的灵性，我觉得你以后成就会非常高，能够看得出来你是没有什么基础的。想要有所成就，你还要打好基础才行。小年纪不要沉迷于女色，要把心思都放在绘画上才行。老师放心，我一定努力。你画这幅图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到哪一点是最难处理的？把问题说出来，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处理。陆小峰的确是有不少地方处理的不是很好，他也没有客气，谈起眼神表现、衣服褶皱如何虚实结合、头发发梢等地方该如何处理，苏老师一一作答。林晚秋坐在一旁没有说话，静静地听着他们的交流。他刚才是在告状，所以苏老师会说小年纪不要沉迷女色。我晚上要留下陪老师，你先回去吧。次日，陆小峰与沈子明两人相约藏宝楼。这只玉蝉雕刻粗糙，看起来像是汉八刀的手法，和梁相前之前拿出的造假玉器差不多。竟然真的是汉八刀，而且是汉代玉器。老板，这块玉怎么卖？10万块。就算是真玉，价值也不足10万，我出100块。本摊位概不还价，你如果想还价，那就去其他摊位。我是很有诚意的，200块。你如果买下那块玉佩，我就把你手里的送给你。这是化学试剂浸泡后产生的味道。买这件玉佩，你就送给我玉蝉。那么这件玉佩多少钱？15万。老板压根没打算卖。老板，这个能值15万，我看不如这样好了，我给你8万块，你也把这块玉蝉送给我。你给的价格太低了，再涨一点，要不然我就亏本了。8万2，再加点8万6。好，成交。这老板竟然不止一只玉蝉，看来老板很清楚市场价格，玉蝉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，就是想要买家在看到玉蝉后能够溢价购买其他玉佩。老板的反向思维就是利用大家都想捡漏的心思，把真品当作搭头，让大家溢价购买赝品。但实际算下来，玉蝉顶多价值4、5万，花8万多买下赝品加玉蝉，这完全是上当了。永乐年制，这正是最近出现的青花瓷赝品，只是不知道为何碎掉了。这些碎瓷片怎么卖？你想要1麻袋，你给个10万块，全部都拿走吧。能不能只挑一部分碎瓷片？真是精明。如果不清楚这一次明青花瓷事件的买家，很有可能愿意买下来整个麻袋的，处处都是套路。
这只泥塑的肚子里竟然藏了东西，500块，这也太贵了吧？这是民国的泥塑，能够保存到现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当这钱是付了保管费？哪怕是再普通的东西，100年以后那也是古董。这也是很多藏友自我安慰的话。老板爽快，我也不能小气，这个木盒送你了，再给你准备一个袋子，这样就能保证绝对不会有问题。这字迹像是董其昌的书法。万岁余霞，多少钱？哟，80万。来，80万我卖给你了。80万我不买。既然80万你不买，为什么要80万卖出去？我都被你绕糊涂了，这分明是我的东西，你凭什么卖给我？吴老板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你的店里生意也算不错，何必跑到这里来抢生意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自从遇到你以后，我就走了，被运赔了不少钱。陆老板，你现在是发财了，能不能不要在我这里薅羊毛了？吴老板，你怕我？我怎么会怕你呢？我只是觉得一直在你这里走宝，让我很没有面子。这一次我一定不能从你这里走宝了。那你来说一说，这本《金刚经》贵在哪里？你觉得这里面哪一个字能够价值80万？我昨天找你打听青花瓷的事情，你可没有说真话。沈叔叔当时就坐在我身边。